这个男人明明上错了坟，太奶却还把他当成自己人。年年都来拜祖宗，却年年都还在打工。我在这边过得不快乐，您在那边可能要挨啊。二和用打火机烧了一把香，蹲在这个无名的墓碑前，看着看着，老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时隔2年没来，他似乎有些忘记老祖宗的位置了。算了，不管了。虽然在外面混得不成功，但他还是在认真的祈祷。今天是祖宗的节日，每年难得过一次。阿孙手里的火已停，特意给您回来做清明。别人公鸡我公鸭，从今往后保我发。愿我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，青草已能种出米，每亩大米都产几千斤。让我数钱数，到手抽筋。正当二和说的抑扬顿挫、激情满满的时候，一道娇笑声让他突然停住。抬头一看，却意外对上一双笑盈盈的眼睛。只见坟头上坐着一名美艳的女子。你不要过来啊！烧30块钱的香，许30亿的愿望。祖宗说，这位置还是你来躺吧。你是人还是鬼？你觉得呢？你不会是我太奶吧？女子看他这反应，只觉得好笑。这都几百年没人拜他了，谁知道今天走过来一个上错坟的大冤种，还叫他太奶。虽然按辈分来说，他年龄是挺大的。张二和见他不回答，以为他默认了。太奶，我错了，上坟要严肃，我不该刚刚在那里说那么多话，真是一点都不严谨。您不至于生气的从里面爬上来教训我吧？下次注意点，祭品也很简陋，才这么点香都不够塞牙缝的。也不知道是哪个太爷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太奶奶，都是自家祖宗，想必不会害咱这个当孙子辈的吧？我下次一定多烧点给您。那个太奶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现在正是阴气最重的时候，是该出去了。这么多年没出去，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。女子看了看天色，随后点点头。张二和见太奶点头，立即连滚带爬的收拾地上的贡品，准备溜之大吉。我靠！太奶，不用送了吧，我自己认识路。不送啊，乖孙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太奶，这路途遥远的，您没事跟我回家干嘛呀？多年没回家，也不知道我的子孙们过得好不好，回家看看不是应该的吗？不用了吧，家里一切都挺好的。倒是一时之间忘了，外面那个老妖怪给布下的阵法了。胆小如鼠的张二和是真的欲哭无泪，感受到女子柔软的手都是冰冷一片，他硬是被拽着往回走。太奶，孙子知道错了，你要拉我去哪？我叫蓝渊，别太奶的，把我叫老了。哪能直接喊太奶的名字？我还是叫您祖宗吧。张二和心里是万分后悔，今天过来拜祖宗，早知道今天有此一劫，打死都不会过来了。随后蓝渊拉着他走到一个洞穴，蓝渊知道那老妖怪把他封在这里这么多年，只因为有一个镇压铃铛，只要那个铃铛被取下来，他就彻底自由了。从来没遇到这么玄幻事情的张二和只觉得眼前一黑。太奶，这里怎么有点凉飕飕的？您带我来这里是想干啥？怕什么？你祖宗也在这里呢。太奶说的对，自家祖宗肯定不会害自家人的。张二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可他又觉得奇怪，那为什么看这阵仗，那些奇奇怪怪的符咒还有铁链仿佛就是被镇压一样？太奶现在站在我身边，难道里面是一堆白骨？他心里好奇，走进棺材一看，还以为会看见什么奇怪恐怖的东西，但是没有，只见里面是半个棺材的书，看着像是很古老的书籍。我真的裂开呀！这谁家好人在棺材里放书的？蓝渊细细看了一下他的面相，竟发现他的八字很硬，难怪今天他误闯了这里，什么屁事都没有。随手拿了几本书递给他，来都来了，拿上几本书，说不定以后有用。祖宗难道来这里是让我进来学习的？蓝渊瞥了他一眼，随后指了指棺材头上挂着的铃铛，摘下那个铃铛，咱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张二和只觉得怪怪的，可看着太奶对自己也没啥恶意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摘下铃铛。蓝渊手腕上一个无形的枷锁立马碎裂，他把手微微抬起，满眼笑意。这是这样的感觉。卧槽，我该不是解开啥封印了吧？真是好乖孙，你太奶奶我一定会保佑你发财的。说完，蓝渊带着二和走出了山洞。太奶奶，我想问问您，鬼不是白天不能出来的吗？太阳有阳虚之时，中午12点的阳光其实是阴光，12点到1点半是鬼出来活跃的时候，所以不要一个人去荒郊野岭，容易遇到不干净的东西。不干净的东西，眼前的老祖宗算吗？不过我不一样，我可以随时出来，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鬼，我是修炼过的，修的还是正道，所以自由很多。那老祖宗您可真是太厉害了，以后可得多保佑乖孙赚大钱啊！那是，算你运气好，有我这么一个好祖宗。乖孙，咱们抓紧回家吧。当二和回到农村的家里时，一推开门，院子里一群亲戚坐在板凳上聊天。二和扫墓回来了呀？是啊，奶奶回来了。二和愣了一下，随后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美艳的老祖宗，他一脸费解。难道其他人看不到太奶？我下了一点小法术，只有你看得见我。当然，如果是遇到高人，这种小法术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。卧槽，看来太奶不是一般厉害啊，这回算是可以躺平了。
了。二和呀，你二叔等会儿出发去沙市了，你不是在那边打工吗？正好跟车过去，可以省一些车费。是啊，二和，现在赚钱不容易，你二叔买了一辆车，你跟过去就不用麻烦自己订票了。可以啊，正好坐二叔的新车。那行，二和你收拾收拾，10分钟后出发了。好的，二叔。祖宗，您牵着我干嘛？孙子怕冷。别上车，这车里没我们的位置了。哪里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车里也没人呀，太奶，您可别开玩笑，我二叔开车，我上去，你再上去，位置还能空出2个呢。这车自带魂环，整整一车有4个人，你要是不害怕，你就上去吧。自带魂环，太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车发生过事故了，嘎了一车的人，魂魄还有怨气，正牢牢停留在里面的座位上。玩呢？二和瞪大眼睛，虽然他看不到，但老祖宗也没必要骗人。明明新买的小车子，车上却连司机的位子都没有。二和听完这辆车是事故车，而且还嘎了一车人，他现在浑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太奶，我现在订高铁票，这车咱不坐了。咋的啦？我记得你想挣大钱的，怎么不做了？祖宗，你哪里的话，我这人挣多挣少无所谓的，重要的是得有命花啊。这便宜乖孙倒是机灵，刚刚还在墓前许愿发大财呢，现在就说无所谓了。刚好修为很久没有长了，想要积累功德，也只有靠这个便宜乖孙了。这车人怨气深，是因为他们有冤情还没有解决，你去破案肯定有钱拿。太奶奶，我觉得你可能高估了你的后代，我就是一个农村出身大专毕业的社会渣渣混学历，现在转行了干销售，我要是会破案，还能混成这1穷2白的怂样吗？不，你可以的。张二和看了看太奶的眼神，不由吞了吞口水，心里有预感，他要是拒绝，说不定下一秒就能被太奶奶给刀了。好吧，我坐。车子开了一路，二和在副驾驶上如坐针毡，想到后面坐着个太奶，车里还有4个他看不到的鬼，他就不禁的后背发凉。二叔，你上次是一个人从沙市开车回老家的吗？是啊，上次回来就我自己一个人。真是命大，这车煞气那么重，上次没出事，可不代表这次不出事。幸好我在，不然今晚你要是坐这辆车，就直接上黄泉打工去了。我操！二和没想到二叔会买一辆事故车，难不成二叔是被骗的？二叔，这车你是上哪买的？就是在朋友那里买的车呀。二和大专就出去实习了，一个被社会毒打过的人，怎么会看不出二叔脸上的表情变化？看来二叔明知这是嘎人车，但还是开着，难不成凶手是二叔？这车不好开，你要是想救你二叔，只有2个办法：一是处理了这辆车的煞气，二是让你叔把这辆车扔了。二叔，我就跟你说实话了，你这车有问题，长期使用会出事的。说完，正在开车的二叔方向盘抖了一下，车身猛地一晃动，在高速上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二和现在才有些后悔刚刚自己的着急，毕竟高速开车乃能分心。二和，你……二叔没想到侄子会说出这种话，因为这件事除了自己没人知道，他只觉得背后一凉。最近跟二和都没见面，没有任何交集，他怎么会突然说出这些话？二叔，先不说了，咱们等会在服务区吃点东西吧。二叔看出来侄子是不想在车里说，便也硬着头皮继续的开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时竟觉得格外阴森，背后发凉。你倒是挺直白的。二和不敢跟太奶搭话，怕二叔听到等会儿被吓到，于是一个为难的表情示意过去。我太难了。很快到了服务区，因为清明节返程，服务区的车也不少。简单吃完东西，两人站在路边，只见二叔神情复杂。二和，你刚刚……二叔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车到底是在哪里买的？听完，二叔彻底的愣住，虽然疑惑侄子为什么知道车有问题，但还是叹了口气。这是一辆事故车。原来二叔知道这是一辆事故车，可是二和你也知道，二叔没什么文化，在修车厂里打工，一把年纪了，连一辆车都买不起。这些年要养家养孩子，混得也不成功，让你二嫂在村里都抬不起头。叔就想着买一辆车，手头没钱，刚好在沙市认识一个专门卖二手车的朋友，有一辆9成新的车刚修好，但出过事，不过很便宜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能理解二叔您的心情，毕竟谁不想成功呢？这辆车看起来很新啊，而且对外我都是说新的。二和是怎么知道的？可是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二和愣住了，要不是太奶说，他哪里知道这么玄幻的事情？于是有些尴尬的转头看向太奶。你就说你能看得见鬼就行了。二和想了想，不就是说个谎话，这也是为了救人，还是选择听太奶的。谁让人家是老祖宗呢？他必须得听话不是？二叔实话说了，嘎了一车的人有4个恶鬼。二叔你买的这辆事故车，打了一车的人，魂魄还有怨气，正牢牢的停留在车里座位上，嘎了4个人呢。二和啊，
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真的，二叔，我看到了，今天一开车门就见了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这几个东西能整死人。在一旁的蓝渊见一切顺利，于是就一个人走去周围附近看看。听完这些话的二叔，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侄子能看见鬼，而且现在告诉他车里有鬼，你真的能看见？我要是看不见，怎么会那么清楚这件事？就这么说吧，要不是今天我上车，估计二叔还不一定能顺利到沙市。二叔要是不信，可以打电话给你那个朋友，他肯定知道这辆车的真实情况。二叔有些半信半疑，随后拿起手机，走去不远处拨通起来。说完了没？二叔在打电话确认呢。这是啥符？等下你帮我交给一个人。蓝渊刚刚出去转了转，竟有一个重大发现，如果可以解决掉，又能积累一些功德量。给我二叔的吗？不是，是另一个人。等下你找个借口跟我过去一趟。二叔，我刚刚应该没说错吧？之前买车的时候，朋友就说是事故车嘎过人，可具体的情况也没说清楚。刚刚问了，说是事故现场还挺惨烈，果然还真是嘎了4个人。二和啊，现在车上有鬼，这该怎么办？今天正常开车，等到了沙市，就先让你二叔暂时别动了，你去破案，把冤魂给渡了。二和听完一脸错愕，他不敢当着二叔的面跟太奶说话，但表情很明显的表示我能行吗？蓝渊怎么会不明白便宜乖孙的意思？我不是给你几本书吗？自己学习一下，而且到时候我跟你一起的。二和听完，这才知道了那几本书原来是学习这种的。不过既然太奶都开口了，他虽然不知道怎么渡冤魂，但还是转头给了二叔一个安心的眼神。二叔你放心，还有我在呢，今天正常开去沙市，到时候你先别动这辆车了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这几个鬼魂。快找借口跟我过去一趟。二叔，我去一趟洗手间，你在这里等我。二叔看着侄子的背影，本想开口说话，但又咽了下去。只不过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背后突然一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总感觉身边像是跟着几个鬼魂，吓得他都不敢一个人待。太奶带我去看帅哥，我却被帅哥当推销。二和跟着太奶走到了一处停车的地方，只见不远处有一个30左右年纪的男人在不停地揉着脖子。哎呀，蓝渊暗中用手弹了一张符过去，随后那个男人像是突然得到放松一样。太奶，咱们来这里干嘛？把符给他。二和还没说话，就被太奶在背后推着往前走。你干什么呢你？你问他是不是最近脖子异常酸痛？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这位先生，你最近是不是脖子很酸痛？那男人听完，眼神突然一阵诧异八成又是个推销的吧？现在年轻人真不容易，服务区休息都不忘努力。看你年纪不大，眼睛倒是尖。我的确脖子酸痛，感觉像是有上百斤的重量压着，去医院看怎么都看不好。把符给他，然后留一个电话过去，就说有需要请联系。看来这位大哥一定也是遇到麻烦了，不然太奶干嘛要给他符？大哥，虽然我年轻，也就23岁，咱萍水相逢的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收下这个平安符。男人见状，虽然第一反应是想着遇到骗子了，但还是鬼使神差的接下那个平安符。二和立马又给他一张名片，毕竟作为一个干销售的人，已经习惯随身携带名片了。这是我的号码，有需要可以联系我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说完，眼前的男人点点头，于是打开车门就上去了。好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太奶奶，为什么要给那个人一张符咒呢？因为你看不见，那个男人之所以脖子酸痛，是因为肩膀上坐着一个女鬼。话落，二和立马停下脚步，一脸震惊地看着太奶。合着我刚刚又近距离和一个女鬼接触了，太奶你也不提前说一声？蓝渊见状，脚步却没有停下。二和见走在前面的太奶，他反而觉得现在跟在他身边才是最安全的。太奶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为什么我以前就从来没见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？看你面相，八字很硬，身上阳火多，一般情况下看不见那些东西的，而那些东西也不会去招惹你。可是太奶奶，为什么别的鬼我是一点都看不到，但却能看见你？因为我是很厉害的厉鬼啊！二和彻底僵住，想起之前太奶的木工里都是些镇压的符咒，他不由吞了吞口水，扬起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太奶，我胆子小，您别吓唬我。蓝渊见他胆小模样，眉眼间闪过笑意，像是被他逗乐了一般。不吓唬你，你太奶我修炼的可是正道，缺德的事可不能干。不过你要是好奇，我给你开个天眼，这样你就能看到这世间所有的善恶了。别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当年跟班就好了。二和，你怎么去厕所那么久？二叔一个人在这里都害怕坏了。二叔人多，在厕所排队呢。那咱们现在是准备去哪呢？咱们不是下来休息了吗？直接上车就好了。这下轮到二叔愣住了，心里是越发佩服自家侄子，年纪不大，但是胆子却不小。这啥呀这是？
听到喊声，把已经慌张的二叔更是吓了一跳。啥情况？二和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二和还没回过神来，但刚才车里的景象是彻底让他深深记在脑海里，因为他看到里面坐着4个人，全是血肉模糊的脸，凶神恶煞的表情，而且座位上还全都布满了液体，一股恶臭味瞬间充斥着他的鼻子。嘿嘿，我帮你开了天眼，你不是想看？我啥时候同意了？就说了一句话的功夫，怎么就开天眼了？我见你没回答，于是就当你默认了。蓝渊眼神带着戏谑，随后淡定开着车门，自顾自地坐在了后排的位置上。二和，咱们确定要上车吗？二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刚刚没开天眼，没看到车子里真实的情况，他还能好好的坐在车里。可现在倒好，里面不仅是坐着几个恶鬼，那形象他都能想象出当时事故是多么的惨烈了。还杵着干嘛？上车呀！二和深呼吸一口，随后才转头看向二叔。没事的，二叔，你正常开车吧。二叔立马摇头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他怎么还可以正常开车？这手和脚都在发抖着，他感觉下一秒就能晕过去。二和呀，叔这心里害怕，但叔是信你的，要不还是你来开车吧。叔记得你大学暑假的时候不是拿证了吗？快点，别耽误时间了。此刻，二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太奶身上，一闭眼一咬牙，视死如归的模样上了车。二叔见侄子那么胆大，眼神都是满满的佩服之意，于是他也大着胆子坐在了副驾驶上。都坐一路了，说说吧，都有什么冤情？你们身体已经开始透明，再这样下去，只会永远变成恶鬼，投胎不得。在开车的二和手一抖，知道这是太奶在跟那几个恶鬼说话，于是他默默竖起耳朵来听。此时，那几个恶鬼见状，也渐渐的放下警惕。前辈，我们感受得出你不是普通的鬼，知道你身上有一定本事的。我自然是与你们不同，我可以帮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吧。这时候，只见另一个女鬼立马哭了起来，那满脸的血和已经撞毁的五官，看起来尤为触目惊心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虽然我们都是同类，但你们要认清自己现在什么形象，别哭出那种声音，会吓人的。因为太奶的一句话，二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随后感受到车里安静一片，他才有些尴尬。哈哈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聊。哪里？副驾驶上本就精神高度紧张的二叔，见自家侄子突然开口，身子更是僵硬的不敢动弹。二和，你这是在跟谁说话？二叔，我在跟后面的说话呢。二叔从镜子里看到后面并没有人，浑身都忍不住发抖起来，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。我们出车祸其实是被一个酒驾的人撞的，但那个人有权有势，花大价钱找了个人顶，说好给我们家人赔偿，但那凶手却没有赔偿，一直拖着。所以你们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想要他付出相应的代价，还有我们的家人，他们能得到应有的赔偿。真是太过分了，你们还真是善良，换做我直接半夜跑去索命了。嗨，小伙子，你不知道，本来我们几人也是这么想的，可他们是沙市有名的富二代，找了大师弄了一个平安符随身带着，我们根本接近不了。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一起出来跑个业务，哪知道成这样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出去的，回家看了看，家人每天都哭着，我好难过。我更惨，我是独生的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现在我没了，家里收入都断了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家就一直被钉在车上，很难再出去了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，二和跟太奶总算是搞清楚了这件事的大概经过。这乖孙倒是还不错，还敢给那几个冤魂打抱不平了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胆小呀。对了，你们不是说在跑业务的时候撞的？那公司给了多少工伤赔偿呢？二和话一出，那几人更是气愤，又开始一人一句的倾诉。小哥你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跑业务本来就是很忙的，上班期间完成不了的事情，只能在周末跑去加班，公司就以这个理由不给赔偿，说我们不是在工作时间出事的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也算我们倒霉，公司的事我们能忍，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这我们绝对不能忍。对。哎，我现在只希望家里能拿到赔偿，不然都不知道一家老小怎么过下去。正在开车的二和也不由叹了一口气。明明刚开始他还怕得要死，现在心里也只剩下同情了。果然这个社会上有的事情对于底层的人来说就是无比的艰难。听你们的意思，就是想把真相公之于众，想让凶手绳之以法，家人可以拿到赔偿，对吧？那几人听到太奶说的话，都一一眼神坚定的点了点头。可是你们要知道，这个时代是讲究证据的，我们要帮你们没那么容易，你们手上有啥线索吗？对呀，你们有啥证据吗？不然我们想帮忙也不好办呀。有，我们有行车记录仪，但是被那个凶手的家人取出来了，交代了别人说是销毁，但那最重要的储存卡没有被毁掉，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把卡藏了起来，我们跟着去，但我们不是人，所以即使手握证据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你们不是人，但我是人啊，太奶，这事就交给我吧。很快到了沙市，二和把还是一脸惊慌的二叔送去工厂后，就开着他的车来到了取证据的地方。只见两人来到了一个烂尾楼，这里荒无人烟，
二和左看看，右瞧瞧，找了半天都没啥发现。太奶，这里哪有什么小盒子呀？蓝渊也环视了一下四周，轻轻把手一挥，只见墙角的一个小洞里瞬间飘出来一个小盒子。二和拿来一看，果然看到了一张内存卡。太奶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，果然鬼跟鬼是有不一样的。嘿嘿，那接下来要我做啥呢？这个功德不好拿，要破案，付出的时间得不少。可那几个恶鬼身体已经半透明了，所以还是要抓紧了。一开始我以为那几个恶鬼因为有怨气，所以才迟迟没有散去，一直在车里。可现在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了。那几人不是说凶手家有权有势吗？能找人顶罪的，在沙市有谁能办得到？肯定不是一般的家事。你先回去了解一下凶手的背景，半个月内最好能解决掉这件事情。我靠，居然还是一个大人物！此刻坐在床边的蓝渊皱紧眉头，看着眼前出租屋里的场景。乖孙，你这是咋混的？难怪烧30块钱的香就想许30亿的愿望。太奶，孙子没什么钱，这沙市的房价可贵了，租个房子也只能找这种比较偏的，这不盼着您能保佑我赚大钱吗？不应该呀，你不是说你干销售的吗？人家不都是要么不开单，开单吃3年，你的提成呢？嘿嘿，清明节前我被炒了，主要是上班大半年了，我都没有开过任何一单。哎呀，完了！你这又是没钱又是没工作的，太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这让太奶住哪去？没事的，太奶，孙子可以打地铺的，哈哈。乖孙，你也别太灰心，生活就是这样，越挫越勇啊！对，毕竟能混得那么惨的年轻人也不多，你也算是一个人才。你怎么这样呢？好了，都弄清楚凶手的底细了吗？查清楚了，你过来看看，上网一查，啥资料都有，连家里几个人都知道。看样子还是个大户人家呀。何止是大户人家，这完全就是大豪门，咱们斗不起的那种。呵呵，区区一个凡胎肉体，还有我斗不过的，只有我不想斗。凭我这修为，当年就连都得给我几分的面子。老祖宗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，以后孙子就跟着你混了。可以呀，从今往后，只要有太奶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的。哪里？好了，你知道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一没钱请律师，二没权和人家斗，即使手握证据，还是容易被人家销毁的。太奶，我这倒是有个办法。来，你说说看。接上集，二和思索半天，终于想到怎么利用证据跟豪门斗了。太奶，现在短视频多发达啊，咱们把证据发到网上，视频热度一上来，肯定会引起官方的注意，咱就用网络舆论来压人。之前有个杀妻案，视频一发出来，广大网友都直接化身柯南，一个个的给警方支招，还建议数数查水表，关注度高的离谱，最后还真没几天就破案了。不过也有个问题，就是怕官方会不给流量，压热度，视频被下架。我们现在要保证的就是视频能够持续在热搜上。二和一脸认真的说着，甚至内心有点激动，主要还是人类的八卦天性，还有内心惩恶扬善的精神。眼见太奶像是在思考，还以为太奶不知道什么是网络热搜，于是问了一句话：太奶，您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网络舆论？孙子这就给您解释解释。看不起我啊你啊！你太奶我玩网络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，咱们的世界可比你们先进多了，就连 AI 你太奶都用过了。想不到哈，咱太奶还懂得挺多的。嘿嘿，那太奶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？可以，我到时候再给你下个，引起广大网友们的围观。我靠！还有这东西看来是蛮先进的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到沙市南站去开个直播？到时翻唱下诺言，说不定也能火起来，哈哈。短短一个晚上，二和发布的车祸视频就火了起来，账号下的评论已经上万，一些侦探网友看到了车牌号，甚至都扒出了那名公子哥的证件照，连人家读什么学校都一清二楚了。我去，播放量都上亿了，太奶您下的咒真厉害，人家花钱的都没你这么猛。一个吸引符咒而已，轻轻松松搞定。此刻，二和还看到了不少后台的私信，无非就是有一些支持的，还有一些是骂他的。看着看着，他突然有些害怕起来。太奶，现在这视频爆出来火了，那陈氏集团会不会找人对我下手啊？乖孙不用怕，天塌了有太奶罩着，就是子弹过来我都能挡住。嘿嘿，有您这句话，乖孙就放心破案赚钱了，到时带着太奶买。眼下做好事积德修炼，还都得靠着这个乖孙，看来还是得让他变得强一点，免得啥事都得靠我。上次我不是给你几本书吗？你赶紧照着修炼，以后万一需要你动手的地方，不至于啥都不会。深夜，只见在沙市陈家别墅内，几个人在沙发前正看着网上火爆的视频。到底是谁爆出来的视频？查到了吗？陈董，视频是今天爆出来的，因为没有实名认证，现在还在查是谁。你们是饭桶啊！你不是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吗？怎么今天还有视频爆出来？不是说证据都销毁了吗？怎么还有视频流出来？给你1天时间，
明天必须把源头给我找出来。陈董，这回很奇怪，咱们也联络了网络平台，那边也紧张动用了所有能力，想控制热度，甚至操作把视频封了。可不管怎么样，视频还是牢牢的定在热搜上面。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，你多找点人手，不用怕花钱，我就不信挖地3尺还找不出来。明白。此刻陈氏夫人心里满是不祥的预感，她手足无措，眼下宝贝儿子出车祸受伤，刚调理好一些，现在却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老陈啊，这件事一定是有人故意的，你可一定要救咱们的儿子。哭就知道哭，看你把儿子都宠成什么样了，整天除了闯祸还会什么？要我说，这种孩子不要也罢。你说我宠儿子，那你呢？你管过孩子吗？哦，对，你当然不在乎，你外面的私生子那么多，我警告你，陈氏集团有我爸妈的股份，你别想拿我的钱出去养别人的孩子。陈氏集团迟早毁在你们娘俩手里。陈董事长看眼前犹如泼妇一样的人，直接不打算理会，随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二和看着古书籍，学习了一晚上的画符，从刚开始的兴致勃勃，到现在的两眼无神。太难了，一晚上下来，总算是学了点皮毛，应该算写的不错了吧？嘿嘿。太奶，您在干啥呢？为了防止有人下架了咱们的视频，我写了个小病毒插入进去，让视频多挂几天。太奶，这可是编程啊！您竟然还会这些技术活？你太奶，我是跟得上时代潮流的好不好？太奶，这以前到底是个啥身份？这技术可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女鬼会操作的。一日祖孙百日恩，百日祖孙似海深。放心，有你太奶我保佑你，从今往后你帮我积累功德，我带你挣大钱。哈哈，太奶您真好，以后乖孙不想努力了，就指着太奶您了。这便宜乖孙人还是挺好的，就是能力有所欠缺，不过多培养培养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成大事。对了，你最好去买一些黄纸和朱砂，然后自己画几张符在身上备用，照着书里画，把常用的几种符背下来。太奶，这本书里的符很全，我是不是画好就能正轨了？一个人画的符咒威力多大，取决于画符之人的修为。我这本书籍流传千年，里面的符咒画法与现代那些只懂皮毛的神棍不一样。这个符即使没修为，也会让普通的恶鬼感到害怕。届时你将符咒画好，我给那些符咒施法，能应对很多情况了。万一我不是时时刻刻在你身边，你遇到意外也能及时保命。这些符这么厉害，那我去支个摊子，不是可以赚大了？哈哈。过了2天，网上的车祸视频依然牢牢占据热搜榜1。二和看着陈氏集团各种回应诋毁，都气笑了。太奶，他们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别的受害者家人出来举报，竟然警告说他们都是 P 图，要发律师函。乖孙，坏人往往都是很嚣张的，而且他们有钱又有人的。网上不是说他们是食品公司吗？这么不要脸的人，8成在生意上也是偷奸耍滑，不然就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。要是他们公司的食品安全出了问题，弄垮陈氏，岂不是积累功德，为民造福了？而且太奶功力也会大涨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太奶，这才叫嚣张吧？居然要跑去人家眼皮子底下去！太奶，您这是要玩一波大的啊？我也要跟着过去吗？那是必须的呀，咋了？害怕了？瞧你这点出息！嘿嘿，那不怕，有您在，我走哪都不。二和曝光车祸视频，引爆网络舆论，京都高层下令彻查。此时，网上沸沸扬扬的车祸顶罪事件已经闹到京都的高层了。在会议室上，只见领导一脸严肃，并且眼神带着怒气。沙市是我华国的1线城市，可就是在这个城市，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裴巡，交代你去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事情都查清楚了。此次事件爆料，网友名叫张二和，23岁，背景简单，来自一个普通农村家庭。大学毕业后就在沙市工作到现在。经核实，他与4名受害者本人以及家属之前丝毫没有任何交集。同时，经过证据鉴定，车祸视频没有任何合成痕迹，的确属实。还有在调取沙市卷宗时，因酒驾撞搭4人而入狱的那位中年男子李某。经后续调查发现，李某家中有个瘫痪的孩子，其账户案发后有一个陌生账户转入了200万元的巨款，但是沙市材料没有给全，现在还在调取。这种顶罪案件极其恶劣，在昨天通话中甚至话里话外的想约我单独出去，其动机有很大，想要。这些人真的是不知轻重，这么大的事还敢欺上瞒下，证据如此确凿。裴巡，你现在就去沙市，该抓人抓人，该定罪定罪，必须严查清楚，不能让百姓心寒了。此刻，二和与太奶2人来到沙市郊外的陈氏工厂外边，只见四周高墙耸立，门口还有保安守着。二和全副武装，生怕陈氏集团的人认出他来。太奶，咱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没有门禁卡好像进不去。哎，给你张符，等下你就站在门口，门开了你就跟着进去，他们不会管你的。
正大光明的进去。太奶现在都这么嚣张了吗？太奶这是啥符？这么厉害的吗？此名为忽视符，就是他能看见你，但会下意识的把你忽视，限制时间为1个小时。咱们等会儿进去看看。哟呵，还有这种忽视符，那不是跟隐身一样了？这要是学会了，那不是想干啥就干啥？嘿嘿嘿，太奶，这种好东西可得教教太孙啊！等那本书里常用的符咒你都学会了，我再教你别的。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先提高自身实力才是。过了一会，二和太奶跟着进出的员工赶紧进到工厂里，随后来到存放食品的车间。只是刚进去环视了周围1秒，两人立即震惊住了。太奶，我们没走错地方吧？饲料厂怕是都比这干净。果然，心思不正的人做生意也是一样偷奸耍滑，真是看了恶心死了。对了，乖孙，你赶紧录视频，这些可都是陈氏的把柄。二和在里面逛了40多分钟，眼看时间快到了，把该记录的证据都录好，才走出工厂来。太奶，这也太恶心了！这陈氏可是大名鼎鼎的牌子，真的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蓝渊看了车上的4个恶鬼，他们身体又透明了几分，他不由皱起眉头。时间真的不多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案子到底会拉扯多久，真得加快脚步了。乖孙，你把手机给我看看。太奶，你拿手机要干嘛？只见蓝渊打开手机，车祸视频依然钉在热搜上，但在热搜下面却出现了一条关于二和的个人信息。为了不影响二和开车，太奶回到出租屋，才把身份被扒的事情告诉了二和。乖孙，看来陈氏集团已经查到你是谁了，他们现在说你制造假视频，为了夺眼球呢。问你吗？太奶，证据这么明显，陈氏还不承认，这真是小嘴抹了阿三神油，真硬啊！而且陈氏集团这番操作下来，网友们分成2派了，有的人被带节奏了，都开始网暴你了，说你失业了，想敲诈勒索，想碰瓷大集团。太奶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给我安一个想敲诈勒索的罪名，他们真是太不要脸了。乖孙，咱们不是正好拍了他们食品不卫生的视频吗？你锤他们怕什么？有我在呢。看来必须豁出去好好反击他们了，为了正义大干一场，反正有太奶在，我怕个锤子。想到这里，二和立马打开手机，开始录起视频，准备硬刚陈氏集团。我叫张二和，就是此次爆料车祸原视频的人。我不知道沙氏的叔叔到底在忙什么，事情发酵了几天，居然还没有正面回应这件事。对于被带节奏说我造假视频，反倒来网暴我的人，但凡你们稍微去问问受害人的家属，你们就会明白真相是啥了。现在我不想多说什么话，我只能说陈氏集团作为一家上市公司，你们不仅是人品道德有问题，甚至已经危害社会了。一个食品公司，你们的食品卫生达到条件了吗？现在我就要爆出来，陈氏集团食品工厂到底有多恶心？你给我安上敲诈勒索的罪名，我张阿和不怕。我现在就是正式的通知你们，陈氏要是不破产倒闭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视频录完，二和把今天录下的证据加了进去，随后发到网上。蓝渊见便宜乖孙气得够呛，于是又下了一个吸引咒，然后指了指电脑上他弄的一个小链接。乖孙，太奶下了吸引咒了，你把小病毒也带上，挂在热搜上，别人就动不了手脚。嘿嘿，这下狠狠地教训他们一番。短短1天，只见一个宣战视频瞬间爆红网络，而陈氏集团也因此股票直接暴跌。就在此刻，陈家别墅内早已是乱成了一锅粥。你们到底是干啥吃的？人没找到，还让他把工厂内部给曝光了。陈董，现在因为这个视频公司股票已经到了最低点了，要不要把内部人员全查一遍，看谁把视频录给张二和的？现在查谁录的还有啥意义？当初沙氏的和收了咱多少？刚刚给他们打电话，一个都打不通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一直躲着养病的陈氏公子哥听完这些，眼前一黑。爸，咱家是不是要完了？接上集，由于二和发布的反击视频在网络爆火，陈氏集团股票大跌，陈家乱成了一锅粥。爸，咱家是不是要完了？陈氏公子哥以前也没少闯祸，但都被轻易的解决掉，这回他也开始慌了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从小跟你妈都学成什么样子了？要不是你，咱家会出这样的事情吗？哎呀，老陈，这时候骂孩子有什么用？你再想想办法救救咱儿子吧。我要是有办法，我还用在这等吗？你们没看网上现在闹这么大了吗？听天由命吧。完犊子了，看来陈氏这回是真的要完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把这个月工资发出来哦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门外突然涌进来一群叔叔，陈董事长还没回过神来，就被银手镯给铐上了。同样被抓的还有此次事件的凶手陈清，他惊慌的挣扎，可却没有用，还是被叔叔用力的拽走。放开我，妈妈，您快想办法救我呀！第二天，一则陈氏董事长和肇事凶手陈清被抓，立案调查的新闻就登上了华国头条。
太奶，您真厉害，这事情进展比我想象的快多了。网友们才是最强大的，没有他们的关注度，这事情也没这么高的热度，官方也没有这么快介入。是啊，现在网络舆论这么大，官方肯定得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估计过2天就应该出来通报结果了。陈氏集团应该算是完了，这也算是他们罪有应得的。乖孙，这人呢，还是得走正道。像陈氏这样没有道德底线，做生意投机取巧，为了利益而不管群众，就算没有我们，总有一天他们也是会遭报应的。这世间无论做什么都有因果，切勿抱有侥幸心理。是啊，这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从来都不会缺席。2天后，官方也正式通报了这件事的结果。不出所料，陈氏以前做的那些坏事一律被曝光，更有审讯片段被官方公布出来，他们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太奶，这下陈氏彻底的垮了，他们4个也算是心愿了了吧？当蓝渊看到审讯视频的时候，内心的一个疑惑才得到确认。你们4个可以下车了。陈氏还真的是绝，你们之前在车里突然出不去了，是因为陈氏请人施了咒。不过现在随着事情真相出来了，你们身上的咒也就自动解除了。陈氏的赔偿款估计今天就会送去你们家，还有你们的公司受不了网友们的讨伐，也在官方发布认识了错误，会给你们几个家庭工伤赔偿。二和内心第一次感觉满满的成就感，笑着跟他们说完，只见4人瞬间热泪盈眶，感谢的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。这是通往的路，因为你们的怨气已经彻底的消失，所以到时间离开了，一路顺风，或许有缘咱们还会遇到。太奶，刚刚那条路是通往的，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？您召唤出来的吗？每个人死后，身后都会出现一条路来接他们去，但有怨气的魂魄是没有的，等到他们释怀的那天才会出现这条路，如若一直不释怀，则会变成危害人间，遇到一些不走正道的道士，也许还会被抓去炼化。经过炼化的恶鬼威力十足，能听主人的话，会帮着做。那这世上恶鬼岂不是很多？因为很多人死去都有怨气，不管是在生活中、家庭中，各种各样。有些人本来是怨鬼，可发现一切终究无可奈何，所以只能选择认命。他们心有不甘，可知道没办法，选择认命也算是一种释怀吧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不仅是现实，哪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。二和还沉浸在莫名的心酸中，突然一道电话铃声响起，他才猛然一惊。一字旁嗨，八呀八字脚，嘿，2个大家家，嘿，6个小脚脚呀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张先生，我们是沙市警方，针对您之前在网络上举报的视频，我们这边要录一个口供，请问您现在方便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过去。1个小时后，二和跟太奶就来到了沙市警局，一见面就觉得眼前的叔叔气场好强大。不过有太奶这个后盾在，他还是强装着镇定。你好，我叫裴寻，是这次案件的负责人。裴警官您好，我是张二和。张先生，我们在审讯陈氏董事长的时候，听说行车记录仪明确是被毁了，但经过我方深入调查，发现那个销毁的人把内存卡给藏了起来。请问你是怎么找到内存卡的呢？其实那天我心情不好，出去走走，一个人安静，碰巧发现了那个小盒子，打开是一张内存卡，就好奇拿了回去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那个张先生，不妨请你再看一下这个视频。二和觉得有些奇怪，不过还是凑过去看了看里边的监控视频，只不过才一会儿，眼神就震惊的不像话。我去，太奶不是给贴了护身符，我怎么还能被监控给录下了呢？车祸的事情基本解决了，但是我们在调取监控时，发现前几天张先生竟然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录视频。可事后我们审讯了那么多人，都是统一的答案，都说没见过你。最奇怪的是，我们以为工作人员撒谎了，可经过测谎仪，都还是证实了他们所说的，他们是真的对这件事没记忆。这么玄乎的事情，不知道张先生能给个解释吗？哎呀，完了！我的好太奶，这个视频该怎么解释呢？这种忽视符就是见到被施咒的人都下意识的不去关注，导致见到你的那些工厂人员对你没有丝毫的印象。可你是一个人，不是鬼，所以监控或者视频都能清楚的拍到你。太奶，您的符咒也没给个说明书啊，竟然有这罢了，有您这么坑太孙的吗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那个裴警官，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吧？我光明正大的进去，他们也不拦着，我录视频也没人阻止，事后他们说不记得，这个我能怎么解释呢？二和强装着淡定。裴寻听完，虽然觉得很奇怪，但又觉得说的理由也很合理，简单询问了一些案件相关的问题，就结束了笔录。等2人走出警局的时候，裴寻若有所思的又问了一句：张先生，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不方便说呢？裴警官，其实有些事情科学解释不清楚的，你说是吧？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物质，都是客观存在的，现在讲究的是科学。乖孙，这个裴警官身上一股的正气，他面相极好，一看就是光明磊落、有正义的人。你跟他交好，能改变气运，
以后说不定可以帮到你。听到太奶的话，二和先是愣住，随后立马拿了一张名片，笑嘻嘻的开口：裴警官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你要是遇到超出科学的事情，可以找我帮你解决。咱们也算是熟人了，收费给你打骨折，嘿嘿嘿。努力打拼30年，年年没有零花钱，一招跟对太奶混，3天就能吃9顿。尘世风波告一段落，在家里画符看书修炼的二和，当看到官方发出的后续报道时，本来生无可恋的状态，突然就来精神了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！嘿嘿，太奶，这次咱提供了线索，案件结束，不知道会给咱多少奖励哈。二和说完，还没等到太奶的回答，就看到一道金光蔓延在他的身体上，直到消失不见。乖孙，车祸事件虽然解决了，但食品安全的问题涉及众多，没那么快结束，估计还得调查挺久的。太奶，刚刚您身上环绕的金光是什么呀？您这是要上天啊？你才要上天呢，这是太奶积累的功德量，我修炼的功法需要功德量才能长功力。当初说好的我帮您积累功德量，您带我赚快，现在您功德量都到手了，我这外快还要息呢。蓝渊仔细端详着眼前的乖孙，其实两人相处那么久，他对他的了解还是甚少。看二和面相倒是命硬，可八字这些他完全不知道。对了，乖孙，把你生辰八字给我看看。太奶，你要我八字干嘛呢？准备给我物色个对象吗？这是。你倒是真敢想，没问题，改天我到地下帮你物色一个。谢谢你，我给你下跪了。我的出生时间之前都记在手机上了，您看看。蓝渊接过手机，看着上面二和的生辰八字，随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乖孙，你这命格还怪可怜的，除了命硬，一辈子碌碌无为，活得倒是挺久，但是没什么成就，这是要孤独终老啊。太奶，您这是给我算命吗？这2年赚不到钱，我还怪大环境不好，看来还是我命里没有钱啊。不过有一点好，你这命倒是像王八一样长，说不定以后也能遇到个像你一样的免费乖孙，哈哈哈。什么玩意儿？太奶，您是懂安慰人的。怎么感觉好像哪里不对，又说不出来？太奶，您这么厉害，那有啥办法给太孙改善吗？一个人的命格虽说一开始是上天注定的，但是人的机遇总是无法预测。现在你破案有功，这不就是命格之外的事情？你帮我修炼，我帮你实现挣大钱，这不就是改变命格了吗？哟呵，不用多久，我就会升职加薪，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此时，一道电话铃声中断了两人的对话。二和看到是一个陌生号码，于是点开了免提，比凑近过来的太奶奶一块听。你好，请问哪位？大师您好，我姓庞，名叫庞固，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？咱们前段时间在高速服务区见过的，你还给了我一张符。乖孙，这是来活了呀。庞先生你好，我记起来了，你现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电话另一边的庞固一脸紧张的环顾四周，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，他是浑身发抖，惊慌失措。大师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。庞先生你不要慌张，慢慢说。我想问个问题，当时大师给我这张符咒，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那玩意？看来那天太奶说他脖子上坐了一个女鬼，到现在都还在，估计这下他自己也看到了。是的，庞先生，所以我当时给你留下一张符，告诉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。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很纳闷，老是不舒服，我以为自己是得了什么病，可不管怎样都查不出病因，直到昨天晚上。经过庞固一番描述，二和算是彻底明白了事情的所有经过，不由得佩服这位哥们竟然能撑这么久。看来这不是普通的女鬼，是厉鬼。厉鬼。而在电话那头，庞固听到厉鬼2个字，立马愣住，随后表情像是要哭出来一样。大师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活了30年，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鬼会缠上我，拜托您一定得救救我。这能被厉鬼给缠上，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只不过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罢了。这世间万物都有生存的原因，鬼会缠上他，肯定有其中的因果关系。你问问他地址，我们去会会这个厉鬼。庞先生，你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，把地址发过来，我明天就坐高铁去你那边看看。大师，我现在1分1秒都是煎熬的，我给您订机票，您今天就马上过来吧。我现在是连厕所都不敢去了，您的平安符救了我2次，我只有看见你才会有安全感。可以，那我收拾，今天就赶过去。对了，你跟他说，现在平安符用了2次，肯定已经化成灰烬了，厉鬼估计也受到不少的伤。如果他还是害怕，就去人多的地方待着，这样磁场干扰，厉鬼就不会轻易的找到他。好，我都听您。小伙单身30年，明明没做亏心事，却突然被女鬼给缠上了。二和化身大师，准备亲自会会这个女鬼。很快到了机场，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的二和见识了一波世面。太奶，等我挣大钱了，天天带您坐飞机，想飞哪里咱就飞哪里。一天少花500，我浑身难受。乖孙，太奶不饿，要不这饼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
咋地？虽然现在是画大饼，但总有一天会实现的，对吧？嘿嘿。你太奶我什么世面没见过，这世上已经没什么我太感兴趣的东西了。不过现在有你陪着，倒是不会太孤单，总比一个人好。那是，以前一个人除了上下班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现在有个太奶说话，还能带我赚钱，真好。3个小时的飞机，二和两人来到了京都。一路走出来，机场里人来人往。突然，蓝渊停住了脚步。太奶，您在看什么呢？乖孙，我不是帮你开天眼了吗？看得到那人眉眼间散发出来的煞气吗？顺着蓝渊手指的方向，只见一个中年男人，看起来40多岁，一身气质非凡，但眉眼间却萦绕着一股暗红色的气体。我操！太奶，那是啥玩意？怎么看起来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呢？这叫红煞气，万物皆有因果。他应该命不久矣，能养成红煞气的，必定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一般这种事我是不管的。太奶，这种为什么不管呢？难道还有您搞不定的？一般能积累成红煞气，那是有一定时间的，这一定是祖上做了什么事情，结果报应在后代的身上了。这种事不好管。不过他面相看起来却是极好的，一身正气，命中带贵，有功德在身，是个经常做好事的人。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个搞慈善、造福人类的。那既然是这有功德的人，怎么还会命不久矣呢？那玩意应该是挺厉害的，能搞死有功德在身的人，确实不是简单的角色。而在远处的那个男人见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直盯着他，心里有些疑惑，于是走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认识我吗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哈哈，这里还有别人吗？小伙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先生。小伙子，你刚刚一脸愁眉的看着我干嘛呢？怎么突然有一股腐烂的气息呢？是不是因为眼前这人要命不久矣，所以才会散发出腐朽的味道？乖孙，本来咱们有缘无分的，但他现在自己找过来了，也算是将这缘分给搭起来了。看来天意如此，你问他是不是家中有什么烦心事？看太奶这意思，应该是要管这件事了。小弟，看你的骨骼清奇，是万中无一的。搞错了。先生您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冒昧问一句，您家中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？小伙子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几乎每个人家中都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吧？不过虽然每个人都有烦心事，但有些事情呢，却是不同寻常的。年轻人，你说的这话我不是很明白。乖孙，咱时间不多了，正事要紧，相识就是缘分，有需要让他联系你就行了。那个先生，我这边还有急事要办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如果您之后有需要可以联系我。总裁，这人应该是个江湖骗子吧？而这边已经联系到庞顾的二和，来到了一个酒吧门口，他正觉得纳闷呢，只见庞顾带着俩好友急匆匆地走了过来。大师，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，我都要害怕死了，看哪都不对劲，到现在厕所都还没敢去呢。你这么害怕还跑来酒吧喝酒蹦迪，你这膀胱还挺能装的哈，也不怕大了。大师您误会了，我现在哪有心情蹦迪啊？你不是说找个人多的地方待着吗？我想来想去，这里晚上年轻人最多，应该最安全。乖孙，拿3张平安符给他们，以防万一。庞先生，这3张平安符你们拿着，以防意外事情发生。3人见状，立马把符收了起来，好好的放在口袋里。只见他们脸上的惊慌褪去不少。大师，那小倩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我家里，搞得我都不敢回去了。厉鬼是可以自由活动的，这回估计已经出来找他了。那小倩8成不在你家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出意外了，这回大概率出来找你了。大师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惹上这个玩意，您现在就是我亲爹啊！大哥，你这是要跟我各论各的，我把你当哥，你却要。庞先生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你仔细回忆一下，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没有？我是实在想不起来了，记忆里我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，偶尔有空就去品品新茶。哟呵，品茶？品啥茶呢？乖孙，别品了，那个厉鬼找过来了。哪里？这啥呀？这是！我去，这就是厉鬼吗？太恐怖了，这长相看了都得做噩梦。乖孙，看给你吓的，以后出去别说是跟太奶混的，我丢不起这人。太奶，主要是这厉鬼太吓人了，但凡好看一点，我也不至于嘿嘿。我们身上有。他现在不敢靠近过来，不过他倒是能看得见我。这个小倩身上怒气这么大，庞顾真的没做过什么，可能吗？大师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去哪呢？二和正想征求太奶意见，结果发现太奶一直盯着自己看，他有些疑惑。太奶，我知道我长得帅，你也不用一直看我，哈哈。没办法，这厉鬼太辣眼睛了，只能勉强拿你洗洗眼睛，嘿嘿。现在不管去哪都没用了，躲不开的，不如干脆去庞顾家里，想办法和那个小倩沟通。他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，我们要搞清楚他的身份情况，再去调查。那个大师，您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庞先生，我们现在先回你家里吧。小伙多次拒绝女孩的表白，下一秒肠子都悔青了，因为女孩不仅找上他，还天天待在他家里。大师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庞先生，我们现在先去你家吧。
很快，二和一行人就来到了庞固所在的小区。庞固三人躲在二和身后，瑟瑟发抖地走着。别看二和现在稳如老狗，实则内心也是慌的一批。正当几人走在小区里，二和忽然发现那个小倩正朝他们飞奔而来，他浑身一僵，两眼紧闭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！哼，小女鬼也不打听打听，就敢动我乖孙。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太奶瞬间从手里丢出一张符咒。太奶，您这也太厉害了，轻轻松松就搞定了。还是不能大意，已经好久没见到伤害这么强的女鬼了。有太奶您罩着，那还不是分分钟搞定？嘿嘿，乖孙，等下房间门口还有窗户，你都给贴上符咒。来的时候你不是画了挺多张，正好用得上。好的，太奶。此刻依然紧紧跟在二和身后的庞固伸出颤颤巍巍的手，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房间。大师，我就住在302的那个房间。你们三个用不着躲来躲去的，那个女鬼不在你家里了。那个大师，您怎么知道他不在了呢？其实在酒吧门口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找来了，但是我们身上有符咒，他又不敢靠太近。就在刚刚咱们进小区的时候，他又想攻击我，但还是被我身上的符咒给弹开了。这一解释，庞固和两个好友算是彻底想通了，为什么刚刚时不时都能见二和偶尔会出神发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去哪都不管用了，他都会追着我们过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先进房间去吧。走进房间，二和就赶紧拿出符咒，把门口和屋子里的窗户都给贴上了。太奶，符咒都贴好了。乖孙，这房间总有一种破败阴森的感觉，看来那个小倩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了。好好的房子都给人一种死亡的气息。大师，我真的是没做啥亏心事，您说接下来我们要做啥呢？乖孙，我怀疑这个庞固在说谎，你检查一下他的手机，看看能不能查出一些线索，比如他们的关系。虽然说厉鬼我有办法让他灰飞烟灭，但是我修炼的是正道，要分清是非对错的。现在的第一步就是查出小倩的身份信息还有死因。庞先生，我可以冒昧的查一下你的手机吗？大师，您看我的手机做啥呢？干我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，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关联，小倩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缠上你的。大师，别人不信我，您可不能不信我，我真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庞先生，您先冷静点，我不是不信你，而是现在缠着你的可是一个厉鬼，要想解决他，我们总得查出他的身份信息来，还有他的死因，才能知道为啥老缠着你啊。哈哈，这便宜乖孙越来越上道了，说话一套一套的，还真是个机灵的人。庞固听完二和的话，安心不少，随后配合的拿出手机递过去给他。整整1个小时，二和翻遍了一大半的聊天记录，都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突然，二和的目光停在了一句对话上。这人是谁？小郑的葬礼你过去吊唁吗？大师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他。乖孙问问他，看这个小郑是谁？他是谁？为什么你就这么确定是他呢？他叫郑妙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。当时领导交代要我带他一起完成项目，就相处了一段时间。后来他被调去其他部门，我们也就没什么联系了。后来这个小姑娘还向我表白过，不过被我给拒绝了。那她是怎么嘎的呢？大师，她的嘎可跟我完全没关系啊！听公司里的人说，她是喝酒喝多了，不小心从楼顶摔下来的。我当时忙着跟领导出去开会了，还是等回来才知道她的事。庞先生，该不会是你拒绝人家，然后人家心情不好，借酒消愁，不小心嘎了吧？不可能，这点小事还成不了厉鬼，他身上怨气很重，看着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当时他死的时候，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我，可后来我推算了一下时间，他嘎那天距离跟我表白的时间已经过了2个月了。其实他后来还是不死心，经常来缠着我，可是我再三说明了我对他的照顾完全是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，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我现在仔细想想，当时我就是去吊唁他之后，脖子才开始酸痛的。小倩的身份搞清楚了，死因也搞清楚了，可黑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？太奶，这小倩难道因为表白失败就黑化了？可这中间隔了2个月，理由确实也不成立啊。的确很奇怪，那说明她的死因一定有问题。难不错，庞固撒谎了。庞固看着是个正人君子，我观察他的眉眼也没有小人之相，死因应该跟他没有太大关系，但肯定有一定的因果关联，不然那个小倩干嘛一直缠着他？一旁的庞固发现二和时不时又把头转到一边去思考，这让他心里更加发毛了。大师，我真的是把知道的都告诉您了，一点都没敢隐瞒您。这样吧，庞先生，你先请1个礼拜的假，我们一起去调查一下郑妙的真正死因。小伙3天就睡2小时，不是他的精力多旺盛，而是老有女孩来缠他。为了摆脱女孩的困扰，小伙决定亲自去到女孩家里会她。到了第2天，二和跟庞固在外面吃了早餐后，就立即赶往郑妙家里。太奶，奇怪啊，这小倩今天怎么没见她跟过来了呢？那小倩之前被我的符给灼伤了，这几天怕是都不会再出现了。哦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看来姜还是老的辣，嘿嘿。乖孙，你说啥？你说谁老？你这是皮痒了吗？没有啊，太奶，我说老了吗？我是说您了，说您身材火辣，本事还老厉害了呢。哼，最好是没有，不然你可得当心点，哈哈。大师，你又在跟谁说话呢？那个正庙又跟来了吗？没有，来了还有我呢，别怕，等下到了你自然一点，咱们就去问一些日常的问题就好了。过了大概10来分钟，他们来到了一个自建房门前。敲了一会门，才看到一个老奶奶出来开门。请问你们找谁呀？有什么事吗？奶奶您好，我们是正庙的同事，因为之前关系很好，都是一起工作的，所以想着过来看望一下。哎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没想到竟然还有同事过来，真是麻烦你们了。老奶奶原先戒备的眼神，听完二和的话，她有些半信半疑的让他们两个进去。小伙子，你们喝点水。好的，谢谢奶奶。我们之前都是跟郑姐一个组工作的，我就是最近突然梦到她了，就想着过来看看，给她上一炷香也好。之前我听妙妙说，公司里有一个前辈一直很照顾她，不会就是你吧？我看你这么年轻。奶奶，我就是给郑姐打的哈哈，旁边这位才是您说的那个前辈，之前就是他经常帮助我跟郑姐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在妙妙的葬礼上，你们公司来了不少人吊唁，不过年纪大了，我也记不清多少了。是的，之前我跟公司的同事一起过来参加郑妙的葬礼，小郑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啊，真没想到年纪轻轻的。哎，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，啥事都用不着我们操心。我们虽然是京都本地人，但也只不过有一块小地方在这里安居。妙妙从小就是个缺乏关心的孩子，当时我听他说公司的同事都很照顾他，我心里也为他感到特别开心。此时，二和看见游走在屋子里的太奶，手里多了一本笔记本，似乎已经找到线索了。太奶同时也给了他一个眼神。乖孙，差不多了，可以走了。奶奶，郑姐的牌位在哪呢？我们去给她上炷香也得回去了。在她的房间里，我带你们过去吧。大师，咱就真的来坐坐，聊聊家常吗？除了上炷香，我也没感觉有啥收获啊。虽然只是坐，但是收获还是不少的。咱们现在先回去捋一捋得来的线索。我们刚刚不就是简单的聊一些家常吗？有啥线索需要捋清楚的？哈哈，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。难道我还能告诉你，我有个啥事都能搞定的漂亮太奶吗？嘿嘿。等回到公寓里，当二和突然拿出一本日记的时候，唐固瞬间大吃一惊。哪里？这大师，我明明一直都是跟在您身边的，您什么时候拿了一本日记本？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呢？不装了。看牌了，偷偷告诉你，我是个高人，拥有特殊的能力，不管是啥，轻轻一碰便知深浅。乖孙，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，赶紧好好看看。郑妙这本日记我可是找了好久才找到的，这里面记录了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，说不定我们能找到点线索。好的，太奶，不过咱们就这么翻他的日记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好？乖孙，现在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，而且咱们目的也是为了帮他解脱，不然再耗下去，他就彻底成为厉鬼了。这本厚厚的日记本不仅写了正庙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，甚至还有小时候的经历，还有读书时期发生的往事。看完日记，庞固内心五味杂陈。还都怪我，没想到我的拒绝会对正庙有这么大的影响，后来还发生了被人侵犯的事情。这件事也不能怪你，当初你都明确的拒绝了，正庙自己缠着你不放，最后跑去喝闷酒才被人算计了。可是不怪我的话，他为啥一直缠着我不放呢？根据我的判断，正庙之所以缠着你不放，我觉得主要还是有3个原因。正庙从小家庭环境就比较复杂，亲戚不疼，后妈不爱的，这种强烈的落差感，导致他内心非常渴望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家。后来因为他在工作上的失误，加上身边同事的嫌弃，这和你对他的热情帮助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，这样就给了他一种错觉，那就是你对他太好了。再后来他跟你表白被拒绝，借酒消愁，又遇上了被侵犯这种事情，结果家人不理解，喜欢的人也对自己冷漠，他嘎后就把这一切过错都怪在你身上，最终导致他失去理智，变成了厉鬼。乖孙，你分析的没错，而且先前在正庙嘎的那个楼顶上，我用符咒看到了他嘎前的最后一幕，他的嘎也不是意外，是自嘎的。他那天喝了不少酒，所以他家人都以为他是喝酒不小心坠楼的。虽然他的日记里并没有什么遗言，但是一个小姑娘遇到了这种不幸的事情，也不难猜出大概率是因为绝望而嘎。
哎，早知道当初领导将他塞到我组里的时候，我就不应该同意，不然郑妙可能也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了。庞先生，这件事确实错不在你，因为你已经明确了你的态度了。但说实话，这个事情里面有你的一份因果啊。那大师，您说接下来我该怎么解决这个？小伙3天就睡2小时，不是他的精力多旺盛，而是老有女孩来缠他。为了摆脱女孩的困扰，小伙决定通宵来等他。那大师，接下来我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？二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毕竟他也才刚入门，学会画符已经很不错了。于是转过头向蓝渊投来求助的目光。乖孙，既然咱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那首先得把他身上的怨气给净化了。这本日记是一个突破口，你把公寓里所有的符咒都撕下来。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等他上门。玩呢？虽然有太奶在，可是一想到那张脸，我就……那个庞先生，等会就把家里所有的符咒都撕下来，咱们静静等正庙过来就好了。大师，您确定吗？放心吧，不用害怕，一切都有我在呢。乖孙，你倒是挺会装的，明明我都看到你脚都发抖了，哈哈。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太奶，您就别拆穿我了，我现在好歹也是大师了，气势不能输啊。没有符咒的加持，过度紧张的庞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二和在太奶的监督下，正平静的安心学习着。此时，窗外突然一阵冷风袭来。乖孙，让他赶紧回房间去。听完，二和立马起身叫醒庞固。来了来了，你赶紧到房间里去躲一躲。大师，您不一起进来躲躲吗？没事，我就在外面守着。话刚说完，庞固突然瞪大了眼，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，颤颤巍巍地指了指二和的身后。二和瞬间背后一凉。大师，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此刻的二和早已头皮发麻，浑身发抖地躲在太奶身后。乖孙，可以呀，没想到你还知道丢符咒了，越来越进步了，哈哈。太奶，这也太吓人了，一点准备都不留给我就过来了。同样都是鬼，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像您这多漂亮，刚刚那一幕我这辈子估计都忘不了了。好了，你刚也把人家伤得不轻，过去跟他聊一聊，把人家心情平稳一下，不然怨气不散，怕是度化不了他。太奶，还是我上啊？我以为接下来都是您表演，我负责给您加油助威呢。你想得美，主要是如果度化不了他，就只能嘎了，那样我们就白忙活一场，没有功德量了。正妙，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？从小缺爱的人，内心是没有力量的，心是空的。二和说完，只见小倩脸上表情错愕，那一瞬间，她全黑的眸子下仿佛带着一丝难过。嘿嘿，这乖孙还挺会聊，一句话就让丧失理智的小倩有了反应。我见过你本人真实的模样，长得很漂亮，也很文静，看着很乖，笑起来还特别温暖。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缠着庞固呢？小倩一听到庞固这2个字，立即又露出凶神恶煞的表情，随后朝二和扑来，似乎又失去了理智。刚不是好好的，怎么又来了？正妙，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而且还以优秀的成绩从名校毕业，难道这些道理你不懂吗？你所遇到的事情其实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而不是因为庞固。从你被拒绝的那一刻，你就应该醒悟，而不是自顾自的把自己的感情强加在别人身上。人家明确的拒绝你了，大家也都是成年人了，你不去找伤害你的人报仇，反而来缠着一个无辜的人，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可笑？蓝渊听见这一本正经的话，不由得嘴角上扬，随后不知道甩了什么符咒过去，正妙一下子恢复了原来的面孔。正妙此时见自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本来失控的他瞬间愣住，随后泪流满面。恕我直言，你这行为堪称有病。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那你告诉我，侵犯你的人受到惩罚了吗？这不都是因为庞固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又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？我就是要他也不好过。你说你表白，人家有权利拒绝了，你自己心情不好，跑去喝酒，最后被人侵犯了，你不去怪伤害你的人，你反倒把所有错都归咎于庞固，你这是什么奇葩的脑回路啊？你这分明就是拉不出屎，还要怪地球没盈利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让我闭嘴我就闭嘴，我不要面子的，信不信我直接收了你？庞固他是喜欢我的，他只是变心了。此刻躲在房间里的庞固听到了外面的谈话，于是大着胆子走了出来。庞先生，解铃还须系铃人啊，既然你出来了，有些话还是你自己来吧。正妙，我对你只有普通同事的想法，一直以来都是。很抱歉，因为我的拒绝，你才出去喝酒，遇到那样的事情。我对你在公司里的照顾，真的完全因为你是一个新人，我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。当然也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相反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，那么年轻，知错能改，工作又积极，我们可以是任何的关系，但唯独不会是情侣。如果我们做朋友的话，我也会感到很开心的。
对不起，这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，太固执了，我不应该对你造成那么大的困扰。你是一个好女孩，我也真心的想得到你的原谅，毕竟还是因为我，你才会遇到那样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也准备要走了，可以拜托你们个事吗？你们可以帮我报个警吗？我想让那些欺负我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报警的。这个男人明明上错了坟，太奶却还把他当成自己人，从此跟着太奶混。小伙一天吃9顿。庞先生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也可以安心睡一觉了。大师，这次多亏了您的帮助，实在是感谢您。都是小事情，既然遇到了，能搭把手就搭把手的。哈哈，那您这个收费标准是多少呢？我也不能让您白忙活呀。太奶，这乖孙，干咱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缘分，你让他按照自己能承受的范围，给个吉利点的数字就好了。庞先生，咱们认识说来也是缘分，有缘人不谈钱，谈缘，哈哈，您看着给个吉利就好了。银行卡到账168888元。我靠！没想到庞过这么有缘啊！这要是以前，不得猴年马月才能挣到。早知道刚才多给他点符咒了。乖孙，你这有钱了，还带太奶来挤地铁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。哈哈，太奶，这也是才刚有吗？咱这叫骑自行车上酒吧，该省省该花花，而且还符合绿色出行。哼，就你话多。不过他给这数字倒是一个好数字，168，一路发，也不枉你上坟许了那么大的愿望。这主要还是得有您才有啊！跟着太奶混，果然一天吃9顿。太奶，等会儿乖孙带您去逛街买衣服，喜欢啥随便挑。那我可都挑最贵的买哦，乖孙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呀。几件衣服能有多贵啊？乖孙现在可是有缘的人，放心吧，今天的消费由张公子买单。看给你能的。很快来到了警局，二和刚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随后上前笑着打了个招呼。哎，裴警官，好巧啊！张先生你好，您怎么也来京都了？巧了不是，我又来报案了。张先生遇到啥问题了吗？要报的什么案呢？我接了个活，委托人不方便过来，既然裴警官在，我就跟您说吧。可以啊，您说说看。这应该算是一个轮奸案，受害者名叫郑妙，在8晚不过港酒吧喝酒时，被3个黄毛带走了，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，但具体是哪3人我不知道。不过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查监控应该能轻松查出来。既然是这么严重恶劣的事情，当事人怎么不亲自过来报警呢？当事人因为这件事一时想不开，喝酒坠楼而塌了。那家属为什么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，而是你现在过来呢？印象中你不是一直在沙市的吗？所以我才说是有人委托我过来的，具体的原因你们查查就知道了。我对里面的细节也不清楚，毕竟你们才有资格查。话说完，裴巡还有些半信半疑，不过身旁的警员倒是突然开口，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。裴警监，我记得前2天咱这抓了几个黄毛，因为吸毒进来的，那时候他们神志不清，提过一些迷奸的事。我们在调查时发现，似乎受害者的名单里有一个叫郑妙的，不过因为事情没处理完，所以还没有联系受害者的家属。这么刚好，那你快把资料拿过来我看看。好的。这么巧合的吗？那几个伤害郑妙的人已经都被抓了。乖孙，这世上讲究因果关系，其实就算你不为郑妙报警，那几人在不久的将来依然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。不过受人之托，答应了还是要过来的。确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的确，还真有这个人。不过这次案件情节严重，还在调查中，应该过2天，警方就会联系受害者家人。裴警官，既然你们已经在调查了，那没我什么事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太奶，这下可以好好逛逛了。咱们买衣服去，16万8，你想买啥就买啥，这些都是乖孙孝敬您的。活了上千年，荣华富贵、金银珠宝这些早就看腻了，经历过别人享受不到的奢华，但也曾狼狈到尘埃下。如今面对这半路捡来的乖孙，竟然还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乖孙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会保佑你挣大钱的，跟我混，3天吃9顿。啊，对，跟着太奶有饭吃，以后我就狠狠抱紧太奶您的大腿了，不对，您的细腿。此时身后响起一阵喇叭的声响，二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辆低调的豪车行驶了过来，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又见面了，裴警官。张先生，这是准备要去哪呀？对了，刚才都忘记问了，裴警官不是在沙市上班的吗？怎么也来京都了？我之前是临时被调去沙市的。对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举报的嘉奖金估计很快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了。又来钱了！太奶的大腿果然保真，看来明年上坟得多少点，说不定太爷也能带我赚大钱。奖金大概能有多少呢？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到时候沙市那边的警方应该会联系你的。太
太奶上次说过，裴寻命格不寻常，和他交好能改变自己的气运，这回让我碰着了，我不得蹭一蹭？裴警官，咱们都是老熟人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要不让我搭个顺风车呗？万一我们不顺路呢？天南地北，裴警官去哪里，我就顺去哪里，哈哈。裴警官，你们现在都这么挣钱了吗？这车做起来真不错。也没有，工资不算高，但是我家里做了一点小生意。哎，果然人比人气死人，人家一出生就在终点上，我这顶多是在沙滩上。那个裴警官，我初来乍到，对京都也不太熟悉，你看看哪里有商场就把我放下来，我去买几套衣服。张先生，商场在反方向呢。哪里？二和神情有点尴尬，但还没等他开口，就听到一阵电话铃声。裴寻打开车载蓝牙，立即传来一道女人急促的声音：“裴寻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开车，怎么了？你快来我家一趟，我爸在家受到攻击了，监控录像看着也很怪异，叔叔阿姨也都过来了，我现在好害怕。”好，我现在马上就过来。裴警官，既然你有事要去忙，那就随便把我丢在这路边就好了。张先生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如果遇到什么超出科学的事情，可以找你帮忙解决，对吗？怎么了，裴警官，您不是唯物主义者吗？怎么还信这些的？我的确是不信的，不过眼下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不知道张先生想不想一起去看看？乖孙去吧，看看怎么个事。裴警官，那就一起去看看。但是有一说一，我解决问题可是要收费的，不过一回生二回熟，咱们这交情，我肯定给你打个大大的骨折。嘿嘿，可以的，如果能解决，必有。这个男人明明没有色盲，看到一片白色的大雾，身旁的小伙却说雾是红色的，还有腥臭味，难道真有超出科学的事情？过了10分钟，二和的呼噜声就充斥着整个车厢，在后座的蓝渊一脸无语。这个乖孙还真是心大，在陌生人的车子上都能睡着了，也不怕被拉去卖掉。很快，车子开到了一处半山腰上，明明是大中午的，山间却弥漫着一层浅浅的红雾，还伴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。裴警官，你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呀？荒郊野岭的就算了，这附近还都是红红的雾，还这么臭。张先生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这明明是白色的雾啊！再说了，这里是远离城市的郊区，空气清新，哪来的臭味？之前在机场上遇到的那个中年男人，好像那个人的眉眼上就是环绕着这股雾气，难不成？乖孙，这是红煞气，看来你和机场遇到的那个人缘分不浅呢。现在红煞气居然都蔓延到这里了，估计这整座山都在那个东西的掌控之中。这回遇到的是个难解决的玩意。太奶，有您这大腿在，还有啥难解决的？您勇敢冲，乖孙永相随。哼，乖孙你真是嘴巴上夜店，光口嗨呀，这东西可不好对付，我还是先躲在暗处静观其变吧。张先生，你说这是红色的雾吗？不然，裴先生，你说这什么颜色的雾呢？我眼睛没问题啊，我看到的就是一片白色的云雾，而且这里是山路，有这些云雾也不奇怪吧？乖孙，因为你开了天眼，所以能看到它的本质，普通人见到的就是一片白雾。看来跟我猜的一样，不过这玩意也太瘆人了。裴警官，现在是大中午，太阳还那么大，山上有这么浓的雾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了，这个张先生说的看起来也不像假的，难道真有他说的这么玄乎？过了半小时，裴寻带着二和来到了一座豪华庄园前，但是周围萦绕着一团红色的雾气，整体看去显得更加阴森恐怖了。裴先生，大家都在大厅里等着了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朋友，我带他一起过来看看。这个紧要关头了，裴先生还带朋友过来，难道是个什么奇人异事？二和本来还想打个招呼，忽然一阵浓烈的腐烂味扑鼻而来，让他禁不住干呕起来。裴先生，别的都能忍，这腥臭味属实难忍，估计事情没解决，我胆汁都吐没了。不行不行，打折就别想了，得加钱。太难。乖孙别看我，这不是普通的气体，这是红煞气，我有修为护体，所以闻不到，但我帮不了你。这下你该知道要更加勤奋的修炼了吧？人一定要靠自己，不然哪天太奶不在身边，你咋办？太奶可以不努力吗？我想轻松点。太奶不是富婆，乖孙你还是继续努力吧。裴寻闻不到什么腥臭味，但还是下意识的选择相信二和。我们先进去吧。两人来到大厅，古香古色的装修，二和被别墅的奢华给震撼了，一时也忘记了空气中的腥臭味。这裴寻身边的人果然都不简单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，这次要是解决了，又可以大赚一笔了。裴寻，你来了。来了。齐叔叔阿姨好，爸妈来了就好。刚刚一路过来，有发现什么异常吗？没什么异常啊，就是山上的白雾越来越多了。
怎么是你，小伙子？果然是有缘分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在沙市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今天遇到了，所以就带过来一起看看。叔叔阿姨们好，我是裴警官请来办事的，我姓张，叫二和。你看着也就20出头，请你来办事的，你能办什么事？这姑娘长得也算很漂亮了，不过跟太奶比起来，那还是差了10万8千里了。先生，看来咱们的缘分的确不浅啊！我说过有需要可以联系我，没想到却是裴警官把我先带过来了。齐叔叔，不好意思，他一直跟我说这里有股腥臭味，不过我闻不到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不好意思，我尽量忍住。你竟然能闻得到这里的臭味？是的，先生，我是闻得到。你好，正式向你介绍一下，鄙人姓齐，齐卓，这是我的夫人，这位是我女儿齐若。我还有2个儿子，但是他俩搬出去住了，家里还有个老爷子，就是我父亲，也出去避难去了。齐先生，能不能跟我说说庄园里最近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是有什么前因后果吗？话一出，只见齐家几人都不由愣住，他们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事，内心感到不寒而栗，于是都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。乖孙，这个齐卓面相极好，眉眼正气，有功德在身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之前那雾气是弥漫着整个庄园的，但自从他回来后，那些浓重的雾气才退去了一些。齐先生，你知道当初在机场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一直盯着你看吗？小伙子，你说说看。那是因为当时看你眉眼间萦绕着一股暗红色的雾气，印堂发黑，命不久矣。哪来的江湖骗子在这里胡说八道？我爸爸身体好好的，怎么可能命不久矣？小姑娘，你先别激动，听我说完。其实在我过来的路上是在车上睡着了的，但中途却被臭醒了。当时我还跟裴警官说，这是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了，不仅有一股浓浓的腥臭味，山上还萦绕着一股暗红色的雾气。张先生确实是说过，不过我看到的是白雾。你们普通人看到的确实就是白雾，但我看到的是红的发黑的雾气。齐先生，我观你面相极好，眉眼正气，身上萦绕着一股香气，有功德在身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之前那些雾气是弥漫整个庄园的，但自从你回来后，浓重的雾气才退去了一些，庄园里面也才渐渐的明朗起来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大师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啊！大师，刚刚是我眼拙了，没想到您竟是个世外高人，麻烦您想想办法。你们先把前因后果都说一下，这样我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事情还要从3个月前说起。那个时候，家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比如已经打扫干净的洗手间里会出现长长的头发，比如拖干净的地板上会出现暗红色的小脚印。一开始大家都没当回事，因为庄园里住着的保姆和保镖也多，都以为是谁的头发，那脚印也都以为是谁在恶作剧。可之后的每一天，几乎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。本来不太在意这些事情的保洁，私底下也渐渐开始议论了起来。后来，管家为了防止大家乱说话，就拿长头发在庄园里查，但是却没人对得上，这事就很诡异，大家也都恐慌了一段时间。而小脚印也查不出来，不过当时想到也许是谁的恶作剧，也就不了了之。直到有天晚上，整个庄园里都弥漫着暗红色的雾气。平时我先生工作比较忙，那个时候他不在家，我跟他说了之后，他也认为是谁恶作剧搞出来的，但是后面查遍了所有的监控，都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。再后来，还没说完，齐夫人整个人就打了一个寒战。齐若见妈妈浑身不由得发抖起来，她一脸凝重地说道：再后来，那团红色的雾气开始由浅到浓重，渐渐弥漫着整个庄园，有时候甚至都看不见人了。可最瘆人的还不止这样，起初那红色的雾气只有天黑才会出现，后来白天也开始出现了，但却变成了白色的雾气，而且到了夜里就蔓延着一股强烈的臭味，那种味道让人闻了就想吐出来，可天一亮臭味又会自动消失掉。最奇怪的还不止这点，听那些工作人员说，偶尔还会听到小孩子的笑声。因为这个事，很多在这里工作的员工都连夜买了车票逃走了。齐若起先还算淡定，可说着说着身体却开始止不住的发抖。后来家里的老爷子也天天做噩梦，受不了搬出去住，2个儿子也跟着出去避难了，只有我和女儿还有几个老员工在。不过倒也是奇怪，虽然这事情很可怕，但我和女儿都没有受到过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直到今天我先生。二和长这么大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相比之前遇到的那些，这个似乎更加瘆人了。他背后也开始发凉了起来。今天你先生怎么了？此时齐卓拿起了手机，随后点开了一段视频，朝二和递了过去。大师，您看看这个监控视频就知道了。这也太诡异了。
说实话，家里出现这样的怪事，我是一夜没睡。今天一出房门，就感觉整个人像是被什么拽着，似乎有一股力量想推我下楼。后来我拼死挣扎，一直拽着楼梯把手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事后我去调查监控，却发现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但是你们从视频里也看得出来，我那模样完全是被人拽着的。大师，您可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太奶，这事也太奇怪了吧！乖孙，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白雾，一直都是红色的，因为它们都是一些肉体凡胎，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白色的雾气。但由于这玩意怨气太重，它下了咒，所以他们在夜里就能感受到真实的场景，但一到白天就会失效，所以他们才会说臭味和红色雾气白天会消失了。齐先生，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白雾，就只有红杀气。我移过来，那红杀气和臭味只增不减，但你们却说白天会消失，其实并没有消失，只不过你们看不见而已。什么？凡胎肉体一般是看不见这些的，之所以你们能闻到、看到，是因为在你们庄园里的那个脏东西给你们都下了咒，所以才会感受到真实的场景。我们其实也有找一些大师过来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山下，那些大师就不肯上来了，问了他们也不说缘由。这玩意可不是普通人能解决的，那些半桶水自称大师的，要是真敢来出手，怕不是真不要命了。乖孙，这玩意还真不好解决，不像正庙那种随随便便能轻松搞定的。太奶，难道这回连你也对付不过来吗？这是他们祖上造的孽，这玩意不知道被镇压了多少年，搞不好还得把我们给连累了。我操！太奶，那等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是吗？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主要是太奶修炼的是正道，可这世间的恶气、怨气远比正气来得多，咱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内情，如果怨气够大，修为指定损伤也大一些，所以一般情况我是不管这种事的。虽然咱是爱财，但是眼下身上也算有点小钱了，太奶也不像开玩笑，等下人赶了，钱没花了，那该多痛苦。其实这钱也不是说非赚不可。大师，您这难道就真那么棘手吗？大师，您这是什么话啊？我靠！一不小心嘴瓢了。你看看你那个熊样。乖孙来都来了，既然上天安排了这个缘分，必然是有一定的缘由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要是赶了的话，黄泉路我熟，找熟人，到时给你安排一个大户人家投胎。你怎么这样呢？太奶，咱确定是亲的吗？大师，我看你虽然年轻，但身上也是有几分本事在的。如果您能够处理好这件事，价钱您随便开。哟呵，比起人赶了，钱没花了，更痛苦的是什么？人活着呢，钱没了。齐先生，我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，但是你要是给的够多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太奶，咱们确定要帮他们吗？看来这半路捡来的乖孙与这家人多少还是有点机缘的，这忙尽管得耗损修为，那还是得帮一下的。乖孙放心，你太奶我虽然不是无敌的，但打不过就跑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这玩意是齐家祖上积累的怨气，红煞气，这足以要他们灭门了，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气。你呢，就实话实说，也告诉他们这忙可以帮，但我们不敢保证一定就能解决。太奶，这我懂，天大地大，咱自己最大，钱得要，命更得要。齐先生，看在您的钱上，搞错了，看在咱们的缘分上，这个忙我可以帮，但是有一点我得先说清楚。祖上造孽，后辈遭殃。明明装修奢华的大庄园，给你钱却还一个个都不想住，前脚主人卷铺盖搬出去，后脚员工工资不要就跑了。祖上造孽，后辈遭殃。当齐夫人听到这话，整个人仿佛石化了一样，就连在一旁的齐若都呆住了。大师，如果是房子的问题，那我们搬出去是不是就能躲开了？不可能，搬出国都没用的，他们一家人都被缠上了，这玩意不死不休。乖孙，时间不早了，再一会那东西说不定就出来了。齐先生，没用的，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躲是躲不开的。我这掐指一算，你们那3个出去避难的家人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，必定会回来的。话一出，齐家人都不太相信。不过他们回想起当时老爷子出去时惊恐的模样，怕不是老爷子知道点什么。乖孙，太阳快下山了，再不走，估计就走不成了。那东西现在还没本事给他们都灭了，咱先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你现在先给他们几张平安符吧。好的，太奶。齐先生，这些平安符先给你们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明天再过来。车刚开出不远，四周的雾气就渐渐大了起来，甚至开了雾灯都看不到了。裴巡不由紧张了起来。张先生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现在天色也不晚啊，怎么突然这么大的雾气，连路面都看不到了？太奶，这下咋办？这雾走路都不一定看得到脚了。看来今天是走不成了，安全起见，先回山庄吧。他的煞气跟上来了，我不知道他的实体在哪，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。哎呀，完了！裴警官，回不去了，煞气跟上来了，咱们先回山庄吧。
张先生，那我们今晚必须留在庄园里过夜了吗？没办法，走不了了，这杀气不让咱们走了。等再次回到庄园门口，一下车，裴寻就发现原本白色的雾气开始渐渐的有些泛红了。他的眼神除了震惊，更多了些恐惧。裴先生，你们不是才刚走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雾实在太大了，路也看不清，没法下山了。大师，既然回来了，那接下来咱们需要做点啥吗？算了，既然留下来了，那就先保存体力吧。大家一切照常，等晚上看看有什么异常再说吧。二和刚说完，只听门口一阵说话声传来，众人都不约而同的朝门口走去。麻烦两位道长了，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脏东西给收了。爸，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齐磊，这两位是？爸，这是爷爷让哥去香山请回来的两位道长，肯定能把咱家的怪事给解决了。齐卓随后看向眼前两名陌生的道长，点了点头。齐先生您好，我们是师门派过来的，叫我伤肝就好。旁边这位是我的师兄廖峰。哟呵，这是抢生意抢到我头上来了，怎么个事啊？我看你怎么个事！爸，旁边这位是？齐卓这才反应过来，于是向几人介绍，这是裴寻带过来的大师。你们好，我叫张二和。伤肝和廖峰点了点头，但是看着二和一副大学生的模样，压根就没将他放在眼里。哼，看着年纪不大，就算他是干这行，估计也才刚入门，还真是胆大。张大师，敢问师承何处呢？我怎么没听说过你的名号？不好意思，没名没派，祖传的先天林正英圣体。原来就是个无师无门的野路子，不是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，小性命都不保了。看来这香山还真是越来越落魄了，真是什么货色都敢收了。太奶，难道你也认识香山？那是什么地方呢？爸，你们不是都不想住这边，怎么今天这么晚还回来了？刚刚裴寻还说浓雾大，开车不安全。搬出去根本没有用，不管住哪里，房间里一到晚上就有这种奇奇怪怪的雾，让服务员过来，他们却都说看不见，总感觉像是幻觉，但又很真实，连那臭味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换了好多家的酒店还是没用，出去也不是办法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，去哪都被缠着。这时一道女人尖锐的笑声从四周传来，隐隐约约，时有时无，众人顿时身子一僵。齐若，是不是你在笑？别乱吓人。不是我没笑。刹那间，整个大厅都瞬间安静下来，大家眼神警惕，不停环顾着四周。道长，怎么样？那是啥东西？看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鬼，连罗盘都找不到他的方位。这齐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才会生出这样的煞鬼来？太奶，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这煞鬼实力不低，如果没找到他的藏身之处，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走。实在不行，就用最笨的方法，咱们整个庄园里找找看。我操！太奶，咱们亲自去。乖孙好不容易刚有点起色，要是凉了，您可千万记得帮乖孙找个大户人家啊。齐先生，我想在你这庄园里到处逛逛，方便吗？大师，这大晚上的，我们都不敢在庄园里到处走，而且刚刚这莫名其妙的笑声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万一遇到点什么危险。没事，我就随便走走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，没关系的。刚好我们也去看看，找一找有没有什么诡异的地方。这个庄园处处都不安全，两位道长要是想看，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吧。道长出去，咱们还是跟着吧，在道长的身边多少会安全点。是的，是的，道长都出去了，万一咱们遇到点啥危险，你们都不在，我们岂不是要完蛋了？一时间大伙面面相觑，倒是裴家父子依然保持着些许的镇定。乖孙，没必要那么多人一起去，你告诉他们，派几个人走走就行了，有裴家人在，那玩意不敢轻易出来的。太奶，这是为什么？裴家是功勋世家，看得出祖上是立过汗马功劳的，功德无量。现在裴家父子俩又都是军人出身，浑然正气，鬼不敢轻易靠近，也没办法伤害他们。功勋世家，而且功德无量，难怪之前太奶都说和裴寻交好会改变我的气运。其实也不必那么多人都出去，而且齐老爷子腿脚也不方便，有裴寻和裴叔叔他们在，那东西不敢靠近你们的。哪里？众人听罢不由愣住，目光都齐刷刷的看向裴家人，就连裴家三人自己都纳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香山的两位道长都还没说话呢，你个毛头小伙就敢这么自信？两位道长，你们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要不你们来解释解释为什么？我尼玛！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男人前脚刚想给同行上一课，不料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。伤肝刚想上前反驳，突然却被廖峰拉住了，他瞬间愣在原地。张大师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们的疏忽。伤肝见师兄这样说，于是也看向裴家人，这时候眼神才有些复杂。没想到张大师您修为这么高深，我刚刚也只是看出了裴家三人气息与常人不同，有功德在身，竟然还没有您看得透彻。伤肝现在只觉得不好意思，刚刚还看不起人家，到头来却是自己技不如人。张大师刚刚不好意思，希望您多多谅解。这下轮到裴寻父子震惊了，因为祖上的事情他们很少跟别人提起，
没想到二和直接能说出来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就听张道长的吧。齐先生，我需要你带路，裴警官你也跟我一起去吧，其余的人你们在这里等候就行了。我也跟张大师一道去看看。师弟你就和其他人一起留下吧，万一有啥事也可以应对一下。四人来到大门口，从庄园大门往里走着。二和四处观望，想看看整个庄园布局有什么不同，但是他才刚学习，很多东西也看得不太懂。啥情况？不好意思，踩到树枝了。廖峰尴尬的笑了笑，二和随后吐槽道：“大哥，这时候人吓人，可是会吓傻人的。”齐卓在一旁腿都软了，知道是踩到树枝后，才尴尬的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庄园自从出事后，负责清扫的工作人员都跑了，现在庄园里就只有几个老员工在，这些地方已经很久没人过来了。”众人继续往前走着，看着周围弥漫的雾气，加上一阵一阵难闻的气味，一时之间越走心里越发毛。齐先生，您这个宅子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？齐卓看着不远处黑漆漆的一片，停下了脚步，有些不敢继续前行。这本是祖上修建的一处别院，到了民国时期，因为种种原因，祖上就举家搬迁来到这里避难了。看来有钱人家大部分都是祖传的，那么早就能有钱建造这么大的房子了。你们怎么不走了？咱们刚刚走了那么久，其实这个庄园大致上就是这样，几个院子都离得近，前面就比较偏僻了，主要种一些树木什么的，有点黑。蓝渊知道齐卓害怕，不敢再过去了，可他想要查清楚，所以前面必须过去看看。乖孙，他们不去的话，我们自己过去。哪里？太奶，乖孙今天可是全靠您了，前面林子里一看就瘆人。齐先生，要不你们在这里等我就好了，我过去看看就回来。大师，您要一个人过去吗？要不廖道长和我一道过去看看。哎呀，我裴巡眼尖得很，见他的表情就明白，这香山来的道士似乎不太愿意过去。廖道长，您在这里保护齐叔叔吧，我跟他过去就好了。好好好。二和没想到裴巡会跟自己过去，不愧是将门，就是有胆量，他心里由衷的佩服。裴警官，他们都不敢往前了，你不害怕吗？张先生，你不也是勇气可嘉吗？嘿嘿，谁说我不怕的？主要是咱太奶发话了，不去也不行啊。不过有你们这两个护身符，应该是问题不大。裴警官，你误会了，我其实还挺害怕的。闭你个鬼！张先生，这里的路虽然窄，但是两人走还是绰绰有余的吧？裴警官，你是警察叔叔吗？就不能多给人一点安全感吗？这老爹，我真的服了。廖道长，出去转了一圈，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个宅子的布局实在太好了，当初建立这个庄园的时候，应该是有高人布过局的，在风水上，各个院落的方位布局都恰到好处，按道理来说，没有理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张大师，不知您有什么别的看法吗？二和也只是看了点大概，这会也不敢独自回答，于是转头看了看太奶。乖孙，等会我说啥你就跟着说就好了，尽量不要弄出破绽，免得让人发现我的存在。太奶放心，乖孙别的不会，演技一流。廖道士说的没错，这个庄园布局是非常好的，这样的布局不仅可以帮助家庭和睦，还能庇护主人家里的荣华富贵，整体布局完全可以起到驱邪化煞的作用。既然两位都说庄园里风水好，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怪异的事情呢？有一点很奇怪，这个庄园的四周分别放置了朱雀的10项镇宅，朱雀象征着权力、地位、声乐。可还有重要的一点，朱雀是火属性的，一般在家中放置朱雀镇宅也是很正常的吧？可这庄园里朱雀摆放的位置分明就是一个阵法，4个朱雀相当于是摆放在庄园四周的烈火，这是想烧什么东西呢？话一出，齐老爷子瞳孔骤缩，一脸震惊的看二和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。而且我还发现庄园里草木特别多，起初我没有多想，可直到走进那个林子里，才发现那里的树木有特别的规则，外层是一圈银杏树，中间一圈是桃树，在亭子周围居然种上了一圈的五幻子。照这么说，这个宅子的确是有些不同寻常，这些可都是驱邪的树木啊。这些树木不是随便种的吗？种个树还有这么多讲究的吗？桃树被称作降龙木、鬼步木，在古时候称为仙木，是辟邪的圣物。银杏树是富贵吉祥的一种，是去除晦气、保证家宅平安的一种树木。而更奇怪的是，亭子周围种了无患子，无患子人称鬼见愁。传说中，佛祖手上的佛珠就是无患子做的，这是可以辟邪的。大师，那照您这么说，家里面更不应该会闹鬼啊，毕竟有这么多辟邪的圣物呢。庄园里四处放置了朱雀阵法，形成了一个大火炉，又在庄园里种满树木，火和木一起作用，那这个杀鬼大概率是与水有关联的。和水有关？明明没有人恶作剧，房间里才刚打扫完，却时不时的出现长头发，甚至一个个的小脚印。房子主人找来大师，却发现事情越来越不简单。与水有关？齐先生，庄园里那么多的辟邪生物在，按道理来说是不会闹鬼的，可如果这个鬼他是一直在庄园里面呢？此话一出，众人大惊失色。
齐卓一脸严肃地问道：“听大师的意思，这个鬼其实一直都在庄园里吗？”没错，这整体是一个阵法，以木为引，以火为阵。先是种上树木，克制了煞鬼，不停地吸收它的煞气，但又怕出现意外，所以在四周又放置朱雀，形成一个火炉。即使那东西出来了，也会被这熊熊烈火给烧死。所以说，庄园里虽然有那么多辟邪的圣物，还摆放了朱雀阵法，但不是为了防外面的脏东西进来，而是这个杀鬼一直都在庄园里，只不过之前被封印起来了而已。这可真是狠毒！齐家的祖上到底是做了什么，要这样防着那个煞鬼？廖峰听罢，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奥秘，不由转头看向二河。张大师，之前实在是失敬，没成想您的实力如此深不可测，以后有机会还希望多向您学习。大堂里的众人听罢，依然久久震惊不已，特别是齐家几个人。齐卓这时突然想起什么，眼神呆滞地说道：“我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，一直不让我去那个林子里玩，说蚊虫多，每次我过去，他老人家脸色就很差。”那照大师这么说，既然庄园里有阵法加持，为什么现在那东西还能出来呢？我之前跟齐先生说过的，这红色的雾气名为红煞气，这种一般是祖上造孽，现在报应在后辈的身上。既然你们祖上都故意设了阵法，想来是知道这件事的。话落，众人都向齐老爷子看去，只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随后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原来这是红煞气，我之前一直没想到。那这么说来，道长，这红煞气会怎样呢？若解决不好，神仙来了都帮不了你们。红煞气一旦形成，必然全家灭门，而来帮忙处理的道士也会因此受到牵连，严重者甚至会丧命。三位道长，你们可一定要救救我们齐家啊！齐老爷子，要不您就跟我们说说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吧。其实这件事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以前听我父亲提起过。那时候我父亲年纪大了，夜里总是做梦，说什么有人过来找他索命。我起初就单纯以为是做噩梦，可后来到他临死前单独交代我，让我一定不要去动庄园里的那片桃林，也不要把镇宅的朱雀给挪动位置。如果这两个有什么差池，全家都会有灭顶之灾。那老爷子，您知道这事情的真相吗？或者说当年有发生过什么事吗？我爹没有细说，就说了那个年代他是一个府上帮别人做事的奴隶，而那富贵人家本名就是姓齐，而我们本姓应该是张。哟呵！再后来说他鬼迷心窍，忍不住诱惑，做了一件什么错事，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改名姓齐了。哎，看来唯一的线索也断了，这齐老爷子估计也不知道这件事的具体情况。师兄，这红煞气按道理师门也不一定插手的，要不我们联系一下师傅看看。两位道长，香山是不是还有高人能解决此事呢？这件事还是先等我们上报师门吧。乖孙，这煞气再不阻止，只怕齐家人命不久矣。这种事情最难查，都过100年了，知情人早就没了，只能明天再去那片林子看看，尽量找出线索才行。齐先生，明天白天我再去一趟林子里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遗漏了。你不要命了，这件事还是等我们跟师傅说说再做打算吧，贸然再去林子里很危险的。我还能不知道危险，但我还是相信太奶的实力，太奶指哪咱就打哪，毕竟咱还要靠太奶发财呢。那个没事，我不怕。既然这样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大家也都辛苦一晚上了，就先到客房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众人很快上了楼，二河被安排在了单独的一个房间。太奶有钱真好啊，等我有钱了也盖一个比这还大的房子，你一天睡一个房间都行。乖孙，你这本事不大，但这摊大饼的功夫倒是越来越厉害了，太奶以后估计可以支个摊子卖大饼了。太奶有您的本领，再加上乖孙的聪明才智，咱这前途不得是一片光明？这点东西不都是手拿把掐的？哼，你再不好好学习本领，怕是光明前途看不见，曲折道路走不完了。你啊，赶紧去挑哪个角落的地板舒服点，太奶要去床上好好补一觉了。一夜过去，庄园里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，但是齐家几人却是一夜无眠。倒是二河心非常大的睡了一整晚。齐先生，我们昨晚已经连夜跟师门说了这件事，我师父说他会过来一趟。话落，齐家几人像是看到了希望，都一一朝廖峰看去。廖道长，那是有办法解决这件事了吗？虽然我跟师兄在师门修行多年，但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解决这件事。如果我师父来了的话，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解决，具体情况还是要等我师父他老人家过来看看才知道。齐先生，那我就先去一趟林子里看看了。张大师，您真要一个人过去吗？张大师，您先别冲动，要不还是等我师傅来了，咱们从长计议。万一等下你要是出什么事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救你啊。张先生，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二河没想到裴寻此刻会说陪着自己过去，不过还没等他开口，就听到太奶在旁边说道：
乖孙，就你自己过去就好了。裴寻身上的气息太重，一旦靠近，那煞鬼就不会现形的。放心吧，没事，我一个人过去就好了。太奶，等会要是有啥事，您可一定要保护好我啊！乖孙这母胎单身的人，可还想着早日尝尝爱情的苦呢。你看看你那个熊样，有太奶在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还想尝尝爱情的苦？我看你是想要母老虎吧？什么玩意儿？方丈，京都那边传来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咱们座下有2个去历练的徒弟，这回在京都遇到了红煞气，据说有100年历史了，是京都的齐家，弟子需要过去一趟吗？京都齐家这一晃已经10多年没有出山了，没想到还来了一个与自己有渊源的煞鬼。师父，弟子修道20多年了，这100年的红煞气遇到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若是抓过来，正好可以拿来炼化。去吧，小心行事，若是能抓那就收了，若是不能，就任由他报仇吧。总归是齐家应该付出的代价。是，那弟子中午就出发了。明明整个庄园都弥漫着红雾气，二和身边的林子却是一片干干净净。难道二和自带净化能力，还是这里面另有秘密？太奶，怎么越往里面走，反而雾气越少了，而且好像连那股臭味也越来越轻了，这该不会有诈吧？蓝渊看着脚下的土地，仿佛就像是一个隔开的结界，与外面的乌烟瘴气不同，这里反倒是一片平和。奇怪，他不是要报仇吗？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动作？还是说这煞鬼还没有完全挣开束缚？乖孙没事，我们进去里面看看。太奶，要不咱们撤吧，这越走越瘆人，等下要是有啥乖孙，怕是连跑都来不及了。你好歹也是人高马大的，这么胆小。再说了，你太奶我好歹也修炼了上千年，这世上能打得过我的鬼屈指可数。你就放心吧，等会真要有什么意外，太奶也会第一个挡在你前面的。看不起我啊你！哪能让太奶为我挡子弹？我是男人，有危险我肯定得第一时间保护太奶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太奶，快救救我！煞鬼来了！你给我下来，好好看看煞鬼在哪呢？原来又是术士啊！紧张了，不好意思，太奶。刚刚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不知道是谁还跟我信誓旦旦的说遇到危险要第一个保护我呢。摊上你这乖孙，还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太奶，下次我一定挡你前面。二和边走边观察着林子四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宁静，安静的似乎只有树叶随风沙沙作响。突然，整个林子里传来一阵欢快的笑声。我操！太奶，这林子里怎么突然有小孩的笑声？难不成是那煞鬼出现了？确实奇怪，但是这煞鬼不可能是小孩子，小孩的心智一般不成熟，如果变成煞鬼，那肯定会到处捣乱，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的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当二和看到眼前这一幕时，他彻底的呆住了，直直的愣在原地。蓝渊更是眼神诧异，陷入了沉思。太奶，这俩就是煞鬼吗？乖孙，没那么简单。你看他俩胸口好像有一团东西，他们的 CPU 没了，齐家的祖上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。我操，这也太残忍了。二和见太奶走来走去，似乎是在思考，他也在亭子边到处看看，想着能不能找到一丝的线索。太奶，这园子里看样子不止一个鬼，估计还真有个大东西藏着没出来。这个亭子一定有问题，刚刚那2个小可爱就是在这里消失的。乖孙，咱们好好找找，看有没有啥线索。太奶，这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亭子吗？没啥异常啊。乖孙，你这眼睛要是没啥用，我看还不如就捐给有需要的人吧，你再好好瞧瞧。二和不由皱着眉头，随后又从头到尾每一根柱子的仔细的检查着。太奶，难不成这些花纹是一个符咒？那你知道这些是什么符咒吗？嘿嘿，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忙吗？我都没时间看书了，这个纹路我反正是没画过。你这学得太慢了，今晚回去就好好看书去，不然整天还得靠着太奶，何时才能成长起来？好的，太奶，我回去就加班加点好好学习，毕竟我还想着早日发财呢。太奶，您还没告诉我那亭子上到底是什么符咒呢？想知道啊？那你自己回去翻书找去。知道了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绝不拖太奶的后腿。明白就好。随着两人渐行渐远，走出林子，外面又开始布满了雾气，臭味也逐渐大了起来。太奶，好奇怪，林子里面一切正常，没有雾气也没有臭味，一出来就开始有了。也许是因为刚刚那2个小孩出来玩，所以林子里才没有臭味和煞气吧。
太奶，我突然有个大胆的猜测，说说看。那个煞鬼一定是那两个小可爱的母亲。你想想，小可爱那么小 ，CPU 没了，这谁受得了？于是，在这日积月累的怨气下，他就变成了煞鬼。你这说对了一半，但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。若是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孩子成为煞鬼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但奇怪的是，用整个庄园来弄这么大的一个阵法，这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。你仔细想想，能布置出这个阵法的人，肯定是一个高人。既然是个高人，怎么会连一个女鬼都处理不了，还要这么费尽心思的去镇压？而齐家祖上能弄出这个阵法，说明是知道庄园里面有怨气的，但还是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，耗费那么多精力去镇压一个女鬼和两个小可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面呢，肯定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。还是太奶会分析，不过换做我干这样的坏事，我一定会找个高人过来，直接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，何必弄一个阵法呢？这不是纯粹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你在说啥呢，乖孙？不是太奶，我可是好人，我只是代入一下坏人的身份，如果我是坏人，我会怎么做？您别误会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俩真不愧是祖孙，思想上还是有一定默契的。祖孙，要不是这老六上错坟，我还真不一定能这么快出来呢。说来，这半路捡来的乖孙还真是挺有用的。对了，等会回去，你去问问那个齐老爷子，看他们祖上有没有什么提前早退的双胞胎。行，我等会儿回去就问问。等回到大厅里，只见众人还是齐聚在一起，只不过都很沉默的不说话。张大师，你怎么去这么久？我还以为……对啊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们都打算出去找你了。我师傅说他已经登基了，你可以先别折腾了，他估计今天半夜就能过来了。怎么样，张先生，这趟过去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可以如实的说出来，然后顺便告诉他们，明天找个时间要把那个亭子给挖开，我要看看那煞鬼的真身。卧槽，太奶，咱就这样直接挖人家的老巢，不太好吧？今天这趟的确是有些不一样的发现。齐老爷子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们家以前是不是有一对提前早退的双胞胎？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，而且我是父亲的独子，家里没有双胞胎啊。怎么了？张大师突然问这个干嘛呢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刚刚在林子里发现了异常，明明整个庄园里都是臭味和红色的雾气，可我进到林子里，里面却干干净净的，啥都没有。张大师，现在是白天，肯定只有白雾没有臭味啊。廖道长，张大师他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看到的都是红色的雾气，并且臭味一直都在的。大师，是我们失敬了，没想到您竟开了天眼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需要很大的机缘。在香山弟子中，目前也只有一位师兄有这种特殊能力。众人听完，这才知道二和是个很厉害的人物，眼里不由带着钦佩。我要开始装逼。没什么没什么，我也就只是能看到点别人看不见的，见到太吓人的也会感到不适，有时候也是一种烦恼啊。张大师，既然您开了天眼，那刚刚您是不是在林子里见到了什么？刚刚说到林子里一切正常，所以我奇怪，就继续走进去看看，却看到两个小可爱在玩耍，大约2岁左右，据我猜测，那应该是一对双胞胎。大师，听您这么一说，之前家里出现的小脚印，该不会就是那两小可爱的吧？可是那长长的头发又是谁的呢？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，脚印应该是那对双胞胎的，而头发也许就是小可爱母亲的。可是我父亲就我母亲一个妻子啊，后来生下我这个独子，那这女鬼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齐老爷子，冒昧再问一句，您父亲的本名叫什么呢？我祖上原来姓张，我父亲在生我之前叫张弼，后来就改名了，叫做齐天泽。那您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名改姓呢？我只知道原先我父亲只是齐家的一个奴隶，至于后来为什么要改姓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对了，齐老爷子，林子里的那个亭子，我想挖开看看，不知道您同不同意？可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再三交代过，不要动林子里的任何东西，不然要承受灭顶之灾的。对啊，为啥要挖开亭子呢？现在这红煞气一旦形成，全家灭门，难道现在还不算是灭顶之灾吗？知道我为什么挖开亭子吗？因为那两个小可爱看到我就跑了，最后消失在了亭子里。我后来去查看一下，发现那个亭子里有镇压符咒，所以亭子下大概率就是你们齐家需要镇压的东西。让我们考虑一晚上吧，毕竟这个事关重大。明明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亭子，两个小可爱却在里面消失了。二和想要挖开亭子，齐家却犹豫不决。然道这里面另有玄机。此刻在房间里，二和正看着太奶给的书籍，认真寻找着今天亭子里的那个符咒。太奶，那个符咒我找到了，念出来。这是镇灵符，被镇压者灵魂束缚在体内，投不了胎，终日饱受嘎钱的痛苦。若形成杀气，则以阵法辅助，方可禁锢。一旦咒破，后果无法想象。这符咒也太狠毒了吧！这本书记载了很多符咒，
其中前半部分是用于正道的，而后半部分则是心术不正者在使用，把2个小可爱的 CPU 给挖了，又将他们的灵魂永远镇压住，不给投胎。这种术法的确是比较狠毒，但也很少见人使用的。我操！太奶，他们这得是多大仇多大恨啊！二和继续看着下面的注解，有些他也看得不是很明白，但里面有一句话很奇怪。太奶，这下面还说此符用途可掩藏气息，躲避鬼差前来取魂。我大致能猜测出他们齐家祖上，也就是张弼，当时做了什么了。太奶，为何同样都是腰间盘，你却如此的突出？乖孙，我看你是屁股在痒吧？嘿嘿，太奶，您好好和我说说吧，看看怎么个事。不是100%确定的事，我一般是不会说的，只不过是猜测罢了。太奶，咱俩谁跟谁啊？您这还给我卖什么关子呢？你可以把咱们目前所知道的线索都串起来，好好捋一捋看看。太奶，那女鬼应该就是原先齐家的人吧？而现在的齐家后代，准确来说，全都是张弼的后代。张弼当时作为一个奴隶，肯定赶了原先齐家的人，他当时应该是基于齐家的产业。不错嘛，乖孙，还算是挺聪明的，这么快就推算出来了。可能这就是天赋吧。哼，这么多年的电影和电视剧可不是白看的，有时还真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不过虽然大致的方向是这样，但还有几个疑点。张弼曾经是齐家的奴隶，说明当时齐家人口众多，那么为什么煞鬼就只有一个女的跟一对双胞胎？而且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的 CPU 给挖掉了？当时的张弼既然有能力请来高人，那为什么不把事情做绝了，反而把他们3个封印起来了？更奇怪的是，这个宅子他还一直住着没有搬走。其实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。张大师，是我齐卓，香山过来的那个师傅已经到庄园里了，他说不能再等了，今晚就要动手挖开亭子了。好的，我穿个鞋子就下来了。道长，今晚就挖开亭子，是不是有些太过仓促了？齐老爷子，这可是积累了上百年的红煞气了，现在挖开亭子解决那个煞鬼，或许你们还有救，但若再拖延，不出3天，你们全家必定暴毙而亡。张大师，您下来了。张大师，久仰大名啊！我也只是会一些皮毛而已，还是得道长您才行啊。没想到20年前那个老妖怪，在香山收的毛头小子，如今竟然变得这么沉稳了。我这2个徒弟学艺不精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听说张大师也是建议挖开亭子，想必你也知道，再拖下去，齐家人谁也救不了了。不行，这道长一看就是个老狐狸，小动作还是不要太多，万一被他发现太奶的存在，硬是要收掉，那谁还能保佑我发大财？那按照道长的意思，现在大半夜的去挖开亭子最为稳妥吗？在身后的蓝渊见他没有转头，眼里甚是满意。孺子可教也，这乖孙还知道这会不能暴露我的存在。无论半夜还是白天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半夜阴气重，若是能把那煞鬼给逼出来，这不是更好？哼，果然是那个老妖怪的徒弟，真是不管别人的死活，大半夜去挖煞鬼的藏身之处是最危险的。阴气重的确是能引出煞鬼，可那样一来，齐家人也会非常危险的。看来这人也是心术不正，他这是想趁煞鬼还没有彻底的挣破封印，把煞鬼收了拿回去炼化。乖孙他要现在挖就让他挖，我们也拦不住，我倒要看看20年过去了，他到底有没有长进。既然道长都这么说了，我没什么问题，齐家人要是同意，那我无所谓。哎，那就挖吧。深夜，众人已经都来到林子里了。二和白天看到的诡异一幕也消失了，现在那红煞气布满了整个林子，瞧着更为阴森恐怖。这亭子是木地板，把地板给撬开，我看看底下是个什么东西。那就都听道长的吧。88，大哥，搞定！这底下怎么是一口井？一生血混合朱砂镇灵，这幅的画法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是。原来这齐家会出这样的事情，竟然还有那个老妖怪的功劳，还真是作恶多端。道长，那接下来还要继续打开吗？打开吧，伤肝，你过去把那个盖子打开吧。伤肝虽然有些害怕，但是师傅开口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，掀开了那个铁板。什么情况？宁德佑见状不妙，赶紧拿着法器抵御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其余人直接被那团红雾给包围起来，瞬间晕倒在地。蓝渊见状不妙，立即将二和拉过身后，可还是被那煞气得逞了，陷入了幻境之中。哎呀，你大爷呀！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太奶，我们这是到哪里了？我们被卷到了那煞鬼的怨气中了，这是煞鬼用他的怨气制造出来的幻境。哎呀，我擦嘞！那我这算是穿越了吗？乖孙，还记得书上说的镇灵符吗？被镇压者灵魂束缚在体内，没有得到安息，他们就会一直不停地循环嘎前所经历的事，一遍一遍地重复嘎去的过程。
太奶，这是时光倒流吗？咱们被卷进来了，所以要陪着他们经历一遍嘎去的过程。太奶，那我们被卷进来了，其他人呢？培训他们还有齐家那几个呢？这我也不清楚，我本来不用进来的，但又怕你一个人出意外了，只好施法跟着你进来，不然你就是一个人在里面了。太奶，还是您讲义气，幸好你进来陪着我，不然我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看来那个萨鬼想引导我们去看看他所经历的遭遇。乖孙，我们往前看看去，也许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这是回来了。我操！太奶，这啥情况啊？看来只有我们两个被卷进幻境中。张大师，您快救救我们吧！太奶，这下该怎么办？现在只能想办法让那煞鬼现身出来，有件事可以跟他谈谈。明明128个人下去井底，为何出来的却只有3个人？而且他们身上的 CPU 还不见了。太奶，这下该怎么办？现在只能想办法让那煞鬼出来了，有件事可以跟他谈谈。哪里？快去，好好发挥你的特长，把煞鬼给叫出来。太奶，我除了推特长，我还能有啥特长啊？乖孙，还好今天不是疯狂星期四，不然我高低请你吃一顿 UFC。你这平时天天都是油嘴滑舌的，喊个人对你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。齐大小姐，您先冷静冷静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。您将我放进怨气幻境里，难道不也是想要和我们谈的吗？此时，整个林子一片安静，悬在半空中的众人都看向二河。虽然疑惑他说出的话，但他们也看得出来，这是在跟煞鬼说话。奇怪，明明整个齐家嘎了128个人，为什么现在只出现一个齐大小姐和2个小可爱？其他人的魂魄呢？齐大小姐，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您是齐家的掌上明珠，本来一辈子可以过得无忧无虑，一生幸福，但却遇到了张弼。在那个封建的时代，他利用社会对女性的不公，强迫你欺负你，让你承受痛苦的同时，还嘎了你们齐家128条鲜活的生命。他觊觎你们齐家的产业，请来高人你们齐家人的 CPU 来，企图逆天改命，把齐家的嫁接到他的身上，为此永久封住你们的，无法得到，让你们时时刻刻承受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在怨气幻境里都看到了。话落，众人都惊呆了，齐家人满眼震惊。齐老爷子突然想起了父亲，他父亲可是有名的大善人，经常募捐搞慈善，怎么会？你知道，你既然知道，你还要帮他们？不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个中间人，没有说一定要帮谁。哼，这都是他们欠齐家的，我要一个一个挖开他们的 CPU。我操！太奶，谈不拢啊，没辙了，估计要不咱们溜吧，等下连我们也不放过。你跟他说，要是我们可以让他的2个小可爱投胎转世，看他愿不愿意接受。现在阵法不是解开了吗？他们不是都能出来了？这庄园里的煞气之所以那么重，不是一个人的煞气，是这个齐家大小姐因为怨气过于强大，吞噬了所有人的魂魄，导致现在只有那2个小可爱和她自己了。你没看到吗？那2个小可爱被滋养得很干净，证明这是齐小姐最在乎的。但因为那个高人做法，即使那2个小可爱被滋养得很好，始终还是少了一魄，所以也没法转世。他吞噬了那么多怨气，成为煞鬼，等复仇之后，煞气就会散开，最终等待他的也只有魂飞魄散。齐小姐，我知道你最在乎的家，包括你自己都敢于张弼之手，因此被镇压100年，这是天大的冤情。但事情已经发生，我也不劝你要原谅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。我知道您和2个孩子魂魄有残缺，不可以投胎，但是我有能力帮您和2个小可爱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？二河说完半晌，久久没有得到萨鬼的回应。蓝渊见情况紧急，于是朝二河施法，控制了二河的嘴巴。齐小姐，我绝对不阻拦你报仇，但我有个条件想跟您谈谈。您是因为仇恨才会成杀，100年不腐，一旦复仇成功，杀气就会消散，您和2个孩子都会随着怨恨消失，魂飞魄散，这是天注定的结果。但我却有能力让您和2个小可爱有机会将那残缺的魂魄补齐，得以投胎转世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我是有条件的。作为一个道士，我若等你嘎了张弼后一家，报完仇再来帮您逆天道，将魂魄补好，帮你们投胎，那我就成为了一个帮凶，这是会受到天道惩罚，会丢掉性命的。我不可能拿我的性命做好事，希望您明白。
当然，我也并没有说一定要帮齐卓一家。如果按照之前的天命，结果您自己应该也知道。如果说按照我开出的条件，放过齐卓一家性命，你若放过他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们一家不可再婚嫁生子生女。这一代过后血脉断开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这些年做了很多好事，身上积累了几十年的功德量。这些功德全都用来补齐你们残缺的魂魄，而齐家财产全都捐出去，给社会需要帮助的人。他们净身出户回到底层，齐家产业巨大，捐出去所有功德都属于你们。当然，齐卓一家在社会底层后，一人要记得行善，不可作恶。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，您可以自行选择。我不会强行去救他们，也不会强行的去帮您投胎。过了许久，依然不见井底的萨鬼给出回应，齐家人开始坐不住了。长辈，虽然我齐卓微不足道，而我爷爷又做了这般伤天害理的事，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。你要嘎我，我毫无怨言。但我们都是有小可爱的人，我希望您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我知道这件事让您原谅很难，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但出生没办法选择，我们也愿意按照张道长说的条件来弥补，只求您放过我们的性命。齐大小姐，若您同意，我们就下去将遗体背上来，施法填补你们魂魄的缺口，这样魂魄完整，方可投生井里所有骨骸，过后也会一一打捞出来，将其安葬。哎呀，我擦嘞！我刚没听错吧？下去井里背萨鬼上来。太奶，您把我当喇叭就算了，您还拿我当电梯吗？不带您这么坑我的呀。放心吧，让裴巡下去背，人家有功德在身，接触煞鬼的遗体不会受到影响。要真是你去背，我保证你肯定会被那煞气给吞了。不过不知道裴巡愿不愿意帮忙。太奶，井底那位都还没同意呢，说明人家犹豫了，那就下去再聊。此行需要3人，你、裴巡还有齐卓。二和看着井口还是没有动静，于是又开口问道：齐大小姐，您看我该说的也都说了，您给我表个态，咱就是说绝对尊重您的想法。话落，只见周围的红煞气突然渐渐消失了，悬在半空中的人也被放了下来。乖孙，人家目前是同意了，可以下去，不过他会不会中途反悔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悔还有这操作？齐先生他同意了，但是我们要一起下去井里。大师，我都听您的。那个裴警官，张大师需要我的帮忙吗？裴警官，我这人虽说开了天眼，但也是肉体凡胎，你体质比较特殊，所以这个背体的活可能需要你来。张大师，我不可以背吗？齐先生，您毕竟是张弼的后人，咱还是谨慎比较好。裴家是功勋世家，和普通人不一样，他们不会被煞气灼伤。我以前破案也经常接触这些的，没关系的，我下去，而且我也相信张大师。乖孙，赶紧下来了，快一点。那个我先下去，你们俩再下来。乖孙，你怎么这么磨蹭？太奶，钱难赚，屎难吃，我总不能像你一样，我蹦去，一下子就跳下来吧，到时摔出个好歹，谁还给您烧纸啊？也是，你这肉体凡胎的，能做到现在这样也不错了。张大师，您在底下安全吗？安全温泉，你们可以下来了。张大师，萨鬼也没在这里啊。这井底没想到还有连接通道，看样子是在那里面了。那我们要进去吗？眼下不进去也没办法啊，只能继续往前走了。太奶，这钱咱不挣了行不？龟孙害怕。怕什么？有我在呢，过去和他谈谈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踏马了，这把拼了。齐小姐，我是刚刚跟您谈话的人，现在我们准备接您上去。我操！齐小姐，我是这次负责背您上去的人，多有得罪了。我全家都被害了，被困这里上百年，你们就这样轻飘飘的想接我上去，还真是天真啊！这齐大小姐什么意思？不会真像太奶说的半路反悔了吧？二和习惯性看向太奶，本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，突然萨鬼伸手指了指二和，哼，你留下。乖孙，你让他们俩先出去等会。裴警官，你先带齐先生出去一会儿。好的。出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存在？你虽然也是鬼，但你的身上有佛气，我看不见你，却能感受得出来。佛气？哪有佛气？我天天看怎么没发现？我乃修道之人，知晓这些前尘恩怨，本不该插手。但我这徒弟与张弼后人有些机缘，所以便前来。若你愿意，我可助你；若是不愿意，我不强行插手，一切随缘。那张弼害了我全家，你却想让我放过他们？我说了，我是修道之人，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原谅，我不会插手。我知道你心有不甘，可若是我帮了你，
给你和2个孩子转世，然后让你继续去找张弼的后人报仇，那么遭受反噬的就会是我。我可以是好人，但也可以不是。天道在上，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。我可怜你，同情你，但我不会以损害我自己为代价而去帮你。天道，张弼这样做，天道知道是错的，为何不阻拦呢？若不是我煞气过重，阵法压不住我，只怕他张弼的后人现在还偷着我齐家的命数吧。一个人的命数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，但这其中我们无法预料到会有什么样的变数。你齐家遭受劫难，这就是变数。这世上可怜人多了，既然发生，我们除了无能为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弥补损失，在妥协中寻找新的变数。天道根本不会管制你们命中的结束，因为一开始的命运就是注定的，只有变数才是无法参透的。我现在过来也算是张弼后人发生的变数，但我不会强制改变谁的命运，我只是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选择给2个孩子机会，那么张弼后人你就不能动，当然你也可以嘎了张弼的后人，但我就不会帮你的孩子，这都由你自己做决定。你可知道，当初有一个高人自称什么道长，将我们都封印了起来，修道之人，呵呵。齐小姐，世上总是有坏人和好人之分的，但你要相信自古流传的一句话，风水轮流转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罢了。话落，煞鬼怔住，本就空洞的眼神显得更加无神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身上的戾气消散了一些，随后问道：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我来自1000年前的北宋王朝，嘎后因机缘被一小僧带回寺庙，后来一直在佛祖座前修炼，已有1000年之久。我的乖乖，北宋1000年前还是在佛祖座下修炼，难怪，否则这世上鬼魅怎能接近佛主？他能有机缘在佛主座下修炼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原来这就是他身上散发出佛光的原因。那你能保证他们之后会好好的履行承诺吗？放心吧，世上所有事情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。今日张弼后人给出承诺，若他日不履行，只会承受更加惨痛的代价。煞鬼看着他，随后闭上双眸，独自抽泣了起来，不再说话。太奶，看来他最终还是为了2个孩子，给了齐卓他们一家机会啊。毕竟他也是一个母亲，若看到孩子，肯定做不到，所以他想给孩子一个投胎的机会。太奶，那现在可以上去了吧？可以了，去把裴巡他俩喊回来吧。先把他们3背上去，等我做完法，修补好他和2个孩子的魂魄，这事情估计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。好的，太奶。此时已是白天，可林子上方乌云密布，暗得犹如深夜。煞鬼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众人。蓝渊知道煞鬼心中并没有释然，只不过选择的是2个孩子。齐小姐，这件事是我们家的不对，我爷爷不该用那种恶劣的手段窃取齐家原有的东西。我知道您心中一定还恨着我们家，但我齐卓在此保证，从今往后一定履行承诺，全家不可婚嫁添丁。一代过后，我也将捐出所有齐家产业，不再沾染半分，以后也会继续行善，为你们祈福。齐小姐，我现在准备施法，抽出齐家的功德量，给你和2个孩子的魂魄缺口补上。你现在还有后悔的机会。后悔？这等深仇大恨，我永远不可能原谅张弼的，也永远不可能对张弼的后人握手言好。如果不是不忍心看这2孩子还没来得及享福，就跟着我魂飞魄散，我今天本可以嘎了所有张弼后人。可是最后想来，这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受到惩罚的终究不是张弼本人，而是这些不知情的后人。我算是看透了，这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。不过这些年，我在也有认识的人，可以帮你去看看张弼在哪里。话落，齐小姐错愕地看向蓝渊，因为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太奶不是不参与因果关系，为什么还能去地府找张弼的魂魄？难道不怕反噬，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？咱们也算是有缘，帮你一个小忙，倒也没什么大碍。好了，乖孙，一会还是我来控制你的身体施法，以免被人发现了。好的，太奶。乖孙，煞鬼和2个孩子的魂魄已经修补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将整个庄园净化一下。太奶，您这也太厉害了，我还以为跟电视上一样需要手掌对手掌的施法呢，没想到手轻轻一挥就搞定了。乖孙，你别整天拿着大腚做报告，净说屁话，多学着点，以后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完成的。此刻，齐家众人见周围恢复如初，向二河鞠一躬，眼里包含感激。张大师，这回多亏了您，不然我们可能已经……齐先生，这件事已经解决了。你们祖上罪孽深重，虽然你们并不知情，但你们也是借着齐家命数享受着当下的荣华。他们也即将去
希望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能好好履行承诺。好的，我一定会履行承诺，往后也会继续行善，好好弥补祖上犯下的错误。齐小姐和2个孩子，你们找个好些的位置给安葬了，还有井里的那些，都要让人一一的搬出来，全都安顿好。好的，这件事我今天就找人过来处理好。二和深深松了口气，这事终于落幕了。在这个庄园里真是待了好久，也算是给自己人生经历中添加了一笔浓重的色彩。张大师，这趟真是长见识了，先走一步了，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啥玩意还跟你再见面？我看你是亚里士多德的姐姐，珍妮马士多，心术不正的人，我可得少跟你见面。张大师，我记得上次你说要去商场的，后来就到这来了，我这回顺路了，今天我送你。嘿嘿，可以啊，我也刚好想去商场逛逛，买几身衣服。张大师您稍等，这回真的感谢您的帮忙，说来惭愧，之前也没顾得上问清楚您的收费，这里有一张支票，您打开看看，要是不合您的价格，我们再给您补上。这是又来钱了，不愧是1000年的太奶啊，果然赚钱的行业越老越吃香。不必，我很随意的，价格这方面我本来也没有什么明码标价，咱们遇见了就是缘分，你们觉得合适的就行了。其实这件事我也就是个中间人，因为我跟杀鬼谈过，这所谓因果其实也有一层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。张弼做的事情很可恶，说到底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判定你们是否有错。说没错，你们祖上确实犯了错，后代遭遇报应，可说有错，你们也是后来者并不知情，但这因果关系存在，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杀鬼自愿的放过你们，所以我也只是跟杀鬼说了一个条件作为交换，他若是没选择让2个，那么可想而知，你们现在也没机会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。相反，是他的仁慈放过了你们，也因为他不忍心看自己孩子，这也是身为一个母亲最大的让步了，在绝望之际还在寻求孩子一次生还的机会。不过抛开张弼这个恶人，你们一家都还算是好人，尽全力的去弥补，尽管可能弥补不到杀鬼心中的1/10，但总归来说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。不管怎样，这件事我们还是非常感谢大师过来帮忙，以后您有什么需求都尽管跟我们开口。好的，我也祝愿你们生活顺心，多行善事。小伙明明只是拿了4套衣服，却花了将近1年的工资。销售本想帮他退了，他竟然扇了自己一巴掌。裴警官，谢谢了，您路上慢点，咱们有机会再见面。张先生，接下来你准备回沙市吗？是的，肯定得回去，我家在那边呢。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以后说不定还能长期合作呢。咋地，裴警官，你不去破你的案子，想来跟我混了吗？现在跟我混，您可是首席大弟子啊！哈哈，张先生，你爱说笑，主要是我接触过很多案子，其实有很多陈年旧案，调查了很久都没线索，说不定以后上级下达命令重新调查，可能还需要你来帮一点小忙。OK 了，其实吧，我这人平时最爱做好事了，啥钱不钱的，那也只是顺带的，只要有缘，咱们肯定还能再合作的。好的，那我回去工作了，改天有时间再请你吃饭。行，裴警官再见。哇，太奶这个商场可真大啊，京都就是不一样。乖孙眼光放远点，跟着太奶混，以后更大的咱也去得起。太奶有您真好，只要以后您别抛弃乖孙就好了。太奶，等下您看上啥随便买，今天全场由张公子买单，咱不差钱。这么大方啊？开玩笑，我的钱就是您的钱，您吃好喝好，那我也能跟着一块享福啊。乖孙，你这嘴是抹了蜜吧？整天油嘴滑舌的。放心吧，我是你太奶，有我一口肉吃的，肯定缺不了你一口汤喝。太奶，我就不能跟你一块吃肉吗？哼，这人长得挺娇小的，脾气咋还挺大？算了，喝汤就喝汤吧，好歹那也是肉汤。先生，您是想给女朋友买衣服吗？有中意的款式吗？二和余光看到太奶已经开始挑选了起来，看着面前的店员，有些尴尬的说道：款式我也不知道，我自己随便看看，你们不用跟着我。那行，您有需要再找我。乖孙，就这4套吧，你确定不后悔哦？太奶，您说啥呢？4套衣服能有几个钱？您这是看不起乖孙了。你好，这4套都要小码的，没什么问题就结账吧。好的，先生，一共是66000元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手机支付？哎呀，我擦嘞！多少？66000，我没听错吧？先生，我们家是品牌的，您摸不了就知道物有所值，而且我们家店在商场里价格也不算贵的。京都的物价都这么贵的吗？裴巡啊裴巡，难不成这个有钱人把我送来了高级的商场？那个先生，您要是觉得贵了，我可以帮您给退了，没事的。退了？
我咋能有这种想法呢？看来咱这气质还没跟上来，这可是给太奶买的，必须得大方，不贵一点都不贵。不退，结账吧。先生对您女朋友可真好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嘿嘿，不是女朋友，是给家里的祖宗。先生您可真幽默。二和打算明天再回沙市，于是今天只能找个酒店凑合一晚。好家伙，这房间住一个晚上就要1000块钱，还是附近比较便宜的了。这大城市还真不是想待就能待的。乖孙还能不能有点格局了？今天花的钱，咱们努力，随随便便就挣回来了。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？太奶，不是我没格局，您是不了解底层的生活啊。我穷惯了，有时候自己下厨，1个月生活费都还不到1000呢。你呀，真是不知道我的艰辛。放心吧，现在不是有太奶了，以后只要你认真学好本事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行了，我去换衣服看看，你也休息会。我这是上天了吗？还是天仙下凡了？这也没做梦啊！乖孙，发啥呆呢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太奶，这人间有这么多浩劫，原来是您的仙女下凡了啊！一个字，漂亮！这钱花的太值了，哈哈！我也觉得不错，哈哈！我准备穿着新衣服去趟。是啊，前面答应过齐小姐的，去花点关系，看看那个张碧投生在哪里。太奶，您说为什么张碧如此作恶多端，都还有投生的机会，反而齐小姐和2个双胞胎，要是没有我们的帮忙，他们就要魂飞魄散了。其实这世上邪恶的事情多了，若是有绝对的公平，怎么还会有好人和坏人之分？天道是公平的，但也是最不公的。哎，想想也是，要是什么都公平的话，那我也就不会一直以来都过得那么辛苦了。乖孙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开开眼界？哪里？不去。太奶这是打算把我给送下去吗？我可还没享受够呢，目前还不在香港。乖孙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好像太奶要害你似的。二和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往后退了2步，神情带着勉强。太奶，我知道您疼我，但我以这样的形式陪着您不是挺好的？没必要换别的方式吧？乖孙，你这脑袋都想些什么呢？不是让你去嘎，我是想抽出你的去玩玩而已。但回来后的1个星期，身子会有点虚。早说为什么不早说？误会都是误会。太奶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挺想开眼的。男人还真是善变。太奶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后回不来了呢？乖孙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？我这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害怕吗？毕竟这也是人家第一次，嘿嘿。那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我就自己去了，懒得理你。您别急嘛，去。话刚说完，蓝渊就轻轻抬手，只见二和身上瞬间发出身体一震，立即弹出一个人来。我靠！太奶，我这是起来了啊！这也太神奇了。走吧，争取早点回来。这是我们没走错吧？我当初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先进，看来1000年过去了，时代也进步了，现代化科技可比你们人间先进了100-200年，所以基本上很少看到高层的人，都是一套流水线的运作了。我操，当真是大开眼界了，这谁能想得到，竟然还是现代化的了。乖孙，车来了，赶紧上车了。太奶，咱这是准备去哪呢？等会到了你就知道了。等2人下了车，就步行来到了一座大厦底下，只见上面4个大字尤为明显：审判大厅。太奶，这就是当年孙猴子给自己划掉的地方吗？进去吧，我们去找个老朋友。我想死你们了我！我的小公主啊，你这段时间跑哪去了？可想死我了。多年不见，你怎么改变风格了？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嘿嘿，感觉怎么样？这可是我贷款整的容，连这身材都重塑了。我记得以前不是嫌弃贷款利息高，你一直没舍得，现在倒是舍得了，看来这几年过得不错呀。我是在直播间抢的名额，免息的呢，不然我可舍不得。对了，你还在这里上班吧？我找你有点事。肯定在啊，这审判大厅可是铁饭碗，虽然每月得到的冥币没多少，也添加不了几个运值，但好歹在这边也是个公务员，我可是考了好久才上岸的。你旁边跟的这个小尾巴是？差点忘了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很多个曾的曾孙张二和，他是生魂没嘎，我带过来见见世面。你好，我是小公主几百年的好友江林。嘿嘿，江太奶奶好。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？叫姐。这太奶的好朋友，我叫姐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现在都流行各论各的嘛，算了，还是保密要紧。江玲姐姐好。哈哈，这就对了，姐姐可还是18一朵花呢。小公主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呢？我等会下班还约了美容呢。
你不是管理银额的吗？我想找个人，叫做齐天泽，住在人间京都的一处庄园里。这人间重名的太多了，我先按地址找找看。找到了，这个人命挺好啊，上辈子是个大善人，做了不少好事，现在也投胎到了一个富贵人家。不过看这命数，也即将受尽了，估计又快回到里了。还真是命好，又给他当了一辈子富贵人家。我操！这张碧是古希腊掌管投胎的，什么这么能投？怎么了？你找他干嘛呢？他本名叫张碧，为了一己私欲，将真正的齐家128口人都给赶了，还有一个邪修帮忙逆天改命。什么？还有这事？地府最近在严打这种邪术，没想到竟然还有漏网之鱼。严打？是啊，本来人间的劫术不归地府管，咱们这边也就是个灵魂的栖息地而已。人间一些搞邪术的，都是命运的变数，天道也不参与其中，只能说命运千变万化。但是后来有个人因为被换了命数，凭借一己之力，组织了地府一些被换命的其他人一同抗议，闹得很大。领导知道后，向上面去申请，才得以下令，然后严厉打击，查了好多出来处罚。我记起来了，这件事好像就是你消失没多久才闹出来的。那现在你知道了，准备怎么处理呢？明明排队1小时才买得到的肉包子，为何小伙只看一眼就把包子扔了，还久久瘫在地上不停的发抖？那现在你知道了，准备怎么处理呢？现在上报人家肯定不理的，说不定上级还会责怪之前筛查的不仔细。这样吧，等他来了，我亲自去接，把他的名单更换了，让他生生世世成为底层的牲畜，被吃进肚子里。我操，这个江陵的权力这么大的吗？轻飘飘的一句话就直接决定了别人投胎的选择，看来今后可不能惹他不高兴。行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对了，我账户里不是还有挺多冥币的吗？你尽管拿去用，不用客气。小公主就是大气，看来我又可以看看哪里需要修整的了，哈哈，放心，这是我一定帮你处理好的。那行，我就不久留了，有机会再下来找你吧，我还需要回去人间继续修炼。好呀，等休假了我上去找你玩。对了，你之前这么久都跑哪去了？蓝渊突然愣住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先不把老妖怪的事情说给他听，以免到时徒增是非。之前闭关修炼去了。这样啊，我约美容的时间也到了，那就不送你们了。小帅哥，有空找你玩哈。太奶，刚刚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神秘人给供出来呢？说了也是白说，没人会信的。那江陵姐姐这样的故人也不能说吗？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比较安全。二和立马闭嘴，但是内心对太奶的身份越发的好奇，光是自由出入这件事就让他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。乖孙别愣着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好的，太奶。我们这是回来了。太奶，头好晕啊！看你这模样，应该是伤了些元气，身体虚了。看来明天回去应该是不行了，先在京都调养几天吧。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一个男人怎么能承认自己虚呢？太奶，我这不是虚，我应该只是有些犯困了，想睡觉了。既然不虚，反正躺也白躺，你抓紧看看书，把里面的都好好学学，这阵子落下这么多。太奶，现在可是凌晨啊，虽然不虚，那也需要好好休息的吧？你看我这手还能拿得起书吗？你自己说的不虚呀，你可真是咸鱼一条，那么久不学习，这还怎么长本事？一点都不着急吗？不着急啊，我这不是有太奶您的吗？我可不管你，抓紧时间好好学，有什么不会的就问我，不然就你这还抓鬼，没被鬼抓就不错了。张先生您好，我是沙市公安局的，之前陈氏集团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上级给您的嘉奖已经打到您的账户上了，麻烦您查收一下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5万元，太奶，这官方就是厉害哈，都不用提前问我的银行卡号，就把嘉奖金给我打过来了。5万呢，挺不错了，毕竟我们也只是举报了一下，这官方给的嘉奖算挺多的了。太奶有您真好，这短短时间我就像是逆袭了一样，这要是在我老家，指定给村里的狗都摆上个几桌。乖孙，看你那得意的样。对了，前阵子我们没在家，那4个受害者家属送了张卡，还没去看呢，还有齐卓给的那个红包也没打开呢，看来明天可以去趟银行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二和就来到银行检查了账户，出来后蓝渊见他表情复杂，于是在一旁开口问道：怎么了乖孙，不是应该挺开心的吗？你怎么看起来五味杂陈的？太奶，上次那4个受害人家属每家都给了5万块，一共拿给咱20万，这可都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钱啊，给的也太多了。还有齐卓，他们家产都捐出去了，还给咱拿了80万，这都是他儿子自己创业赚来的。
估计也是他们的全部了。乖孙，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些钱拿着烫手啊？太奶，我确实是个爱财的人，虽然我也没做什么缺德的事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感觉有些于心不安。没想到这乖孙倒是一个单纯的人，心思纯正，虽然有时候胆小一些，不过整体看来还挺可爱的。乖孙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也是他们应该支付的，这叫等价交换，你也没有什么可愧疚的。再说了，我们都是随缘收钱，他们给多少都是缘分，所以你不必觉得心里不安。太奶，您说的对，我又不是搞慈善的，我也要生活，不是？乖孙，你倒是变得挺快呀，虽然有点愧疚，但是不多。二和一边盘算接下来怎么分配手里的钱，一边跟太奶往回家路上走着，突然被一家生意红火的包子店吸引住了脚步。这什么包子，这么多人排队来买？太奶，看来是个网红包子店啊，你想不想吃？乖孙去给您排队。乖孙，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，居然就请我吃个包子，你觉得拿来孝敬我合适吗？嘿嘿，是，都是我的不对。太奶，你想吃什么我都买，咱随便买。不过现在我得先去排个队，这么多人排队抢包子，我倒要看看味道到底有多好。怎么感觉隐隐约约有股奇怪的味道，但又说不出来哪奇怪。总算是到家了，这包子看起来也没啥特别啊，怎么这么多人排队，这给我累的。还不是你嘴馋，乖孙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小出租屋我已经看不惯很久了。嘿嘿，太奶，我以前不是穷吗？有张床睡觉就不错了。不过现在遇到太奶肯定是不一样了。今晚我就联系中介看房，必须让太奶待得舒服。这就对了，该花花，该省省。话说完，二和习惯性的把包子掰成两半，刚准备吃进嘴里，他的目光扫了眼里面的肉馅，突然愣住了。咦，奇怪，这包子里又有刚才那股奇怪的味道，而且越闻越不舒服。这啥呀？这包子馅里看着怎么像是还没满月的小可爱手指？什么鬼？还没满月手指？这断指太小了，小到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这是一根断指，也只有没满月的才有这么小。这也太晦气了，刚刚差一点我就吃下去了。不对，太奶那家包子店肯定有问题，咱们要不要报个警？总感觉哪里不对，要是遇到嘎人或者尸体，以太奶的功法肯定会察觉到异常的，但刚才到现在除了这包子的味道，我都没感觉到别的异常。太奶哪里不对？以我的修为不可能会看不出来，可我在那个包子铺完全感受不出气息，而这又是小可爱的手指，所以那个包子店应该不是第一现场。那现在咱们怎么办？是不是先报个警？这件事有点不同寻常，现在贸然报警，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，咱们还是再去那家包子店看看情况。当两人再次回到包子铺的时候，排队的人已经不多了。此时，只见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大袋的垃圾走了出来，二和鬼使神差的跟了上去。乖孙可以呀，最近有进步，都懂得查案了，还知道先来翻人家的垃圾袋。太奶，您这么优秀，我也不能落后啊！以后请叫我福尔摩斯。太奶，这家包子店竟然都不是自己现做的，而是外面买来的，都是冷冻的预制品。这包装袋上写的生产地在衡省，这地方挺偏远的，看来这家包子店应该是不知情的，都是进的预制品，拿回来上锅一蒸就开卖了。那这倒是有趣了，若是没猜错，那些包子的肉馅估计都是人做的。可奇怪的是，我除了觉得这味道怪怪的，竟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。要是说没有高人在背后帮这个工厂，那我肯定是绝对不信的。一条大香蕉，你的感觉怎么很奇妙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是我，裴寻。哟呵，嘿嘿，裴警官，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难不成这么快就有业务介绍了？张先生，我刚接到一个任务，是关于一个女人失踪案的，在衡省，他们那边查案过程中迟迟找不到任何线索。等上报的时候，却被有心人发现，从30年前开始到现在，已经发生了类似的案件不下上百次。我准备要去衡省了，所以想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你跟我一起去一趟。又是衡省？都在衡省，一个包子加工厂出现了没满月的手指，一个是前后长达30年出现的同类失踪案，这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？看来这次遇到的又是一条大鱼呀！若是解决了，这功德量岂不是又少不了？乖孙，正好咱们也准备过去一趟，你直接答应他吧。可以啊，有缘人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既然你开口了，这面子我必须得给啊！咱们明天衡省见。对了，到时别忘了把我的机票给报了，嘿嘿。太奶，这30年的案件，看来你又能吃到不少肉了，乖孙应该也能喝一大碗的汤。好了，先回家吧。
太奶，等我下，我把这些包装袋拍下来，万一到时候用得上。你敢信？这个地方平均每年就有3个女人无缘无故凭空消失，而且都是18到25岁之间，这究竟是巧合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第二天一早，二和还没睡醒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吵醒了。裴警官，咱们昨天不是在电话里约好了，在衡省见的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就跑沙市来了？我觉得还是一起走比较好，所以就过来跟你会合。那也不用这么赶吧？我已经订好机票了，你收拾收拾吧，咱们等等就出发了。那好吧，裴警官，你随便坐，我先去刷牙洗个脸。裴警官，你们好，领导让我给你们送了一辆车过来，方便你们这边展开活动。现在也刚好到饭点了，咱们要不要先去吃个便饭？不用了吧，我们刚在飞机上已经吃过了，现在直接开车去巴士，我会在电话里跟你们局长说的。裴警官，你是不是有点着急啊？裴巡怎么会听不出二和话中的意思？但这个案件的确是有一些邪门，加上涉及的人员比较多，他也实属无奈。这边交通还是不太方便，我们走高速的话，还得2个小时才能到巴士，只能抓紧时间了。巴士那家包子铺包装上的地址也是在衡省的巴士，这有点过分的巧合了，说不准两者之间真的有关联。裴警官，方便说一下你这边的具体情况吗？其实我也还没搞清楚，不确定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灵异事件。还没弄清楚你就让我过来了，你这对我很是信任啊。事情还要从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说起。当时一个大学生在校外无缘无故的失踪了，听说他本来是约了人一起出去看电影，可当天他就失踪了。后来这个学生家长就到学校里闹，才发现其实这个学校已经失踪了不下10个人。既然已经失踪了不下10个人，为什么之前不早点报警呢？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周末出去玩才失踪的，与学校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再加上都是成年人了，失踪报警后，学校也只是调查了一下监控，然后去警局立案录口供，最后都是无疾而终。后来，直到最后一个失踪的女孩家属把事情闹大，说是学校的问题，所以闹到了省里，学校也觉得冤，说不是在校内发生的，并且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提交了，认为案件与学校无关。最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，但是很久都没找到线索，这些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，他们无奈只好上报到京都。正好我上级看到这个案件，翻查了衡省以前交上来的卷宗，发现在过去30年，衡省是失踪案最多的地区，但因为当时不发达，也没有什么监控，所以那些失踪案件最后只是记录下，并没有能够查出真相。就在前2天，他们连夜整理了衡省所有的卷宗，才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组织犯罪，并且这个组织已经存在许多年了。我操！那这么多失踪的全都是女性吗？整理下来有男有女，但那些女性的失踪都能用一个词语来概括，那就是凭空消失。而且失踪女性的照片我都看了，大多都是五官端正，年龄在18到25之间。大部分都是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凭空消失，太奶，这该不会拐卖妇女吧？乖孙，事情怕是没那么简单。所以裴警官觉得这也许是灵异事件吗？张先生，您上次让我大开了眼界，您的眼睛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这次我就以个人名义邀请您过来，就当出来玩玩也行。那行，我就当来旅游一趟了，不过咱这费用你可得全包了。可以的，没问题。等到了巴士的警局，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，两人刚下车，就看到警局里的几个领导在门口等候了。裴警官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员，我叫向天，这是我们局长梁局。梁局，你好，我是这次京都派遣过来协助调查的，我叫裴巡。对了，向警官，现在过去了几天，你们这边有什么新的线索吗？实在抱歉，我们查了好久，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。裴警官，您身后这位是？哦，这是我助理张二和。哟呵，厉害了，我这摇身一变成警察叔叔的助理了。好了，我得开始认真了啊！两位警官好，我是裴警官的助理。裴警官，我看咱们还是先进去吧，大家一起坐下来探讨一下案件的具体细节。所以说，巴士从30年前到现在，光女性失踪案就已有上百起，可是你们一点线索都查不出来，是吗？哎呀，我。此刻，在会议室里，几个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官都被裴巡的威严给吓到了。明明年纪不大，但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我去，这还是第一次见裴巡这么发火，倒是有几分官威。这些案件我们都调查过了，也重新整理了这30年来的女性失踪案，可还是丝毫线索都没有。由于以前的技术也不发达，很多案件都记录在档，但实在没办法解决。眼下主要是巴士一所大专院校，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失踪了10个女学生，学校也报警了，但到现在一直没查出来原因。自从上次一个学生家长带头闹事，现在另外10家也都每天拉着横幅在校门口，事情越闹越大。
就连网上也有很多网友在关注着这件事，而学校那边的嫌疑我们也都排查清楚了，的确是没发现有什么异常，所有的老师行程都查了一遍，包括监控录像都完全正常，学校也强烈要求我们查出真相，毕竟现在声誉开始受影响了。那这些女学生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，你们有把监控调出来检查吗？都看过了，邪门的是他们每个人最后出现的位置附近都没有安装监控，我们这是小县城，有监控的地方本来也少，所以这也加大了调查的难度。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大家都是在这个商场附近消失的。你们没发现吗？为什么他们都是在同一家商场附近消失的？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。咱们这里也就2、3家可以娱乐的地方，那里是市中心的大型商场，环境比较好，深受在校大学生的喜欢，我们也都有去排查过，但这10个人失踪跟商场没什么关系，监控也都看到了，他们都是离开了以后才不见踪迹的。跟商场没关系，但10个人都出现在那里就奇怪了，反常必有妖，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巧合，但我从不相信巧合。向警官，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。今晚我先去影院周围看看，你们不用跟着我，我带我助理过去就行了。好的，那裴警官您注意安全，有什么事情咱们保持联系。卧槽，裴巡你小子上厕所不用纸，你高手啊，竟然跟太奶的想法神同步了，合着3人行，就我一废材呗。明明普普通通的村子，却家家户户只生男孩不产女孩，而且为了防止秘方外传，村口养满了恶犬，不让人靠近。很快到了晚上，二和2人吃完饭，一路逛到了商场附近。裴警官，咱们走了一路了，这周围都是一些来玩的年轻人，随处可见的小吃摊，还有腻腻歪歪的大学生情侣，热热闹闹的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。目前来看，的确是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。反正才刚吃饱，咱们进去走走，就当散步了，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意外收获。那就走吧。不行了不行了，买杯喝了歇会吧，实在走不动了。乖孙，你这属实是有点虚呀，没走几步就喘成这样，还不如我了。班级群里辅导员发通告了，说最近最好都不要出校门，还问现在谁在外面，要赶紧回去。今天可是这家店的会员日啊，再说了周五呢，好不容易明天周末休息一下，我才不回去，都快排到我们了。今天出来我就有点害怕，咱们学校今年已经失踪10个人了，还有一个是我隔壁宿舍的呢。不是有人传是人贩子吗？我们结伴而行应该问题不大，再说了那么多人呢，谁敢明目张胆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还听说了一个很玄乎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你知道程元学长吧？听说失踪的那些女生都跟他有关联。你可别瞎说，程元学长那么好的人，在学校人缘也好，而且还是学生会的会长，长得又帅，学校里有一半的女生都加入学生会，那几个人碰巧都是学生会的人，这关学长什么事呢？可问题是，最后失踪的那个女生，当时是约了程元出去看电影的，结果看完之后就失踪了。你这是哪来的情报啊？一点都不准。我男朋友和程元一个宿舍的，那天他不舒服，放了人家鸽子，后来听说这件事，他还很自责呢。哟呵！在旁边一直在听着这2女学生说话的二和和裴巡，2人出奇默契地对视了一眼。哦。很快到了第2天，裴巡和二和就来到了巴士这所大专学校，找到了程元所在的宿舍。警官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就是程元？是的。长得那么女相的男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真的奇怪。不管观面相还是观身材，给我的感觉，这个程元学长就是一个女的。我去，这不会是女扮男装吧？五官是挺好看的，但总感觉少了男人那种阳刚之气了。听说学校最后失踪的那个女孩，原本是约了你一起看电影的，今天过来主要是有几个问题想找你了解一下，你不用紧张。裴警官，你觉得那个叫程元的年轻小伙子很帅吗？张先生，你觉得呢？长得确实是不错，但不能说帅，只能是说美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在我眼里，这玩意属于是娘娘腔了，看起来太阴柔了，就像是个女生一样。不过声音听的倒是很明显的男性，但我看他好像没有喉结，你说这人不会是个女的吧？张先生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男性没喉结也是正常的，因为有一些遗传因素、身体因素，也有病理的原因导致没有喉结，或者有的人喉结有，但并不明显。哎呀，我这人没什么文化，裴警官请见谅。这也不怪你，我第一眼也以为是个女生，但是程元的身份证上的确显示他是个男性。但是不管怎么看，我都觉得那个程元的面相很奇怪，但是说不出来哪里怪。乖孙，这个程元面相确实很怪，五官端正，文质彬彬，观面相，按理说应该是那种未来大富大贵之相，有贵命，不出意外，将来是个有一定成就的人。可今天越看越奇怪，就像是明明看着是一个好人，但又有怪异的感觉，这个人肯定有问题。
裴警官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你们办案的步骤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成员有点问题。我也有预感，往往不可能的人却是最大的可能，但是凡事都得讲证据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好好查下这个人。根据成员的资料显示，他在巴士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程家村。不对，有问题。程家村成员怎么这么熟悉？恒省巴士城市食品公司都是姓程，难道这里面有啥关联？裴巡见二和话说一半就不说了，而是急忙拿出手机看着什么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张先生？您这边有啥发现吗？”裴警官，您找个地方休息会，我突然想起个事，得跟您说一下。好的。张先生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呢？裴警官，您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？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一截小孩的断指，很小，看样子还是个没满月的。没错，就在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刚买了几个包子回去，刚准备吃就发现了这个手指。后来我以为是个包子铺杀人案，就打算过去看看情况，却发现里面的店员拿了垃圾出来扔，我就去翻了翻，才发现他们都是买的预制品包子，而那些包子包装袋上的地址正是巴士这边。看来这件事又复杂了不少。这个食品公司姓程，成员也是姓程，巴士有个程家村，如果不是巧合，那这事情可就大了。张先生，看来咱们还得去一趟程家村啊。乖孙，告诉他不要明目张胆的过去，这样容易打草惊蛇。裴警官，咱俩都是生面孔，这年头村头村尾都有大妈大姨坐镇的情报中心，贸然过去，他们一定会有所警惕的。咱们先回去警局整理下资料，顺便看看谁认识程家村这个地方，打听一下那个村子是个什么情况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先不急着过去，咱们把那个村子的基本信息摸透一些，然后再过去暗访一下。行，我再找人查一下那家城市食品的背景。以我这1000年的修为，一般眼睛都能直接看出事情的不正常，可这回来到巴士这么久，竟然没有看出一丝的邪气，我倒是挺好奇，这背后到底有多大的能量。裴警官，虽然都是一个系统的，但是咱们初来乍到的，要不带点水果回去吧？可以啊。奶奶，买2个西瓜。好的，小伙子。裴警官，您知道那个程家村离市区有多远吗？这个我现在也不太清楚。程家村啊，这可是一个有福气的村子啊。老奶奶，您知道这个程家村呀？程家村挺偏远的，但我们周围几个村子都在议论，说程家村是个有福气的村子，听说每家每户都生男孩，女孩都没几个呢。这样啊，那程家村离这里远吗？我也没去过，只知道位置比较偏远。听说他们村里有个仙人，保佑他们都能生男孩，很多人想去求子，但他们都不接受外人。哼，仙人。老奶奶，那这个程家村名声怎么样？话落，只见那老奶奶摇头，随后凑近二和，悄咪咪地说道：有些奇葩，听说这些年外人都不让进他们村子了，说什么怕人家偷了他们生儿子的秘方，然后村口养着几只恶狗，只要见到陌生人就冲，没人敢靠近。看来这个程家村果然是有猫腻。不过小伙子，你们打听这个干嘛？我刚来巴士，我妈说刚好程家村有个我家亲戚，让我联系联系。这样啊，那你还是让你亲戚过来接你吧，可千万不要单独过去，不然被恶狗咬了，打针还费钱呢。好嘞，谢谢奶奶。到了警局，众人还都在探讨失踪案，只是大家愁眉苦脸，就是想不出有什么破绽。直到二和和裴巡的出现，问了程家村的问题。这个村子啊，之前我去做过人口调查，很偏远，感觉阴森森的，大白天的都觉得背后发凉。特别是他们村里的一条河，我上次过去洗手，大中午河水竟然是冰的，我都懵了，跟冰水一样刺骨，而且靠近过去有点心慌意乱。后来我再也不敢去了。我也去过几次，风景好是好，但是感觉村里的人都怪怪的，虽然很有礼貌，但表情太假了。对了，裴警官、张助理，你们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村子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刚刚去买水果，碰巧听见老奶奶们在聊八卦，说起了这个村子，我们好奇，就问问看。这样啊，那你们今天出去查案，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吗？